你了，这是兰兰专要救命的钱啊，你不能拿走。救什么命？发个烧而已，至于看大夫吗？反正我迟早是耀祖哥哥的人，这钱必须给他买笔墨。你们要是拦我，我今天就和这个家断绝关系，再也不认你们。我嫁进来7天了，连口热汤都没喝上，我真的快饿死了，求您给我半块杂粮饼子吧。嘿，现在可是荒年，谁家米缸不是见底的？没吃的找你娘家要去，跟我们要什么饭？吃白食的扫把星！耀祖哥哥，看在我把侄女治病钱给你的份上，你就给我一口吃的吧。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我饿死吗？怎么，是我拿刀架在脖子上求你给的吗？明明你自己送上门，现在倒来讨债了，赶紧滚！小姨，你终于醒了。小姨，别打我！小姨没事了。原生的家人穷成这样，却还是把他宠上天，原生却这样对他们，真是个人渣。既然我借了这副身体，那我一定要替原生好好照顾他们，在这荒年活下去。悠悠，快吃，娘刚给你煮的。好苦，这什么味道？都是娘的错，是娘没用，没能给好吃的。可家里真的连1粒糠都没了，不然绝对不会给你吃水煮苦菜的。我连一句重话都没说，就把他吓成这样，这原生平时到底有多丧心病狂？那个，我不吃了，你们分着吃了。小妹，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是想等我们吃了，又找借口拿柳条抽我们吧？看来态度转变太快，他们根本不敢信，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了。让你们吃就吃，磨蹭什么？到底吃不吃？不吃我立刻倒进茅坑里！不行，光靠这些野菜怎么活命？必须得找点吃的，带着家人过上好日子。这长乐村也是倒霉，先是连下暴雨遭了洪涝，紧接着又是一整年的大旱灾，地里颗粒无收，怪不得家里连只老鼠都没有。我操！不是吧？刚穿越过来还不到半小时，难道又要死了？这是什么地方？难道是穿越小说里标配的随身空间？一点都不痛了，连身体里的疲惫感都消失了，这绝对是灵泉。检测到苦菜，1斤可兑换1积分，是否售卖？能换积分？那只要我疯狂挖野菜，把整个后山的野菜都卖进去，岂不是发大财了？等我换够了物资，全家都不用挨饿了。进入空间，出来。果然，我进空间的时候，外面的时间是完全停止的，这下安全多了。小姨，你在粮仓里干什么？小妹，你拿着这野菜干什么？我看这野菜有些坏了，准备拿出去扔掉。小妹，这是我和小山顶着大太阳，在后山刨了3天干土才挖回来的救命粮啊！你是不是还不死心，非要把它给孙耀祖那个白眼狼送去？你要是连这最后一点草根都拿走，咱们全家就真的要饿死在屋里了。大哥，你误会了，我真的不是去给孙家人送吃的，我是去……你哪次不是这么说？结果转头就全塞给孙家了。原生这钱可也太多了，怎么解释都没用。既然这样，就只能还用那个办法了。让开，让开！挡着我的路干嘛？我爱干嘛干嘛，你们少管我！行了，都别看了。大山，你带着小山拿上筐，咱们再去后山深处转转，看能不能挖点树根。
爹，小妹她肯定又要去干坏事了。咱们家都这样了，她怎么还……小妹她万一不会送给孙家呢？兑换，真的能换积分？那商城里是不是什么都有？打开商城，大白米、五花肉、消炎药，还有火锅。看来只要积分高，想要什么就能换什么。挖，只要挖不死，就往死里挖。发财了，发财了！这下全家都不用挨饿了。抓贼呀！快来人啊！有人偷东西啦！哎呦，这不是老林家那个大小姐吗？怎么跑到张家墙根底下鬼鬼祟祟的？还能干嘛？肯定是孙耀祖那小子又缺什么了，他偷自己家的不够，现在开始祸害街坊邻居了呗。林优，你是不是又要偷我家东西去补贴孙家？你这手脚不干净的东西，老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光了。这原神的名声真是差到了极点，现在就算说再多，估计都没人信我。张大营，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你家东西了？我只是在墙根底下挖野菜充饥，我家已经一粒余粮都没有。挖野菜？你老林家就算全家饿肚头，也绝对不会饿着你这祖宗。你能吃得下这苦玩意儿？我怎么那么不信？哼，就谁不知道你林游吃不得半点苦？这肯定是你想溜进院子偷东西的借口。大姨既然不信我是来挖野菜的，这说明大姨家日子过得滋润啊。既然您出来了，不如借我10斤白面，让我度过这个难关，怎么样？哎呦喂，这小祖宗平时多跋扈啊，今天居然肯弯腰挖着苦菜，还对着张大姨堆笑脸，真是活见鬼了！你没听见他刚才说什么吗？他要借粮，这荒年谁家敢往外借粮？快走快走，别惹这麻烦上身！张大姨，你看他们都走了，咱们两家挨得这么近，你就行行好，借我们家一点粮吧。我呸！你这不要脸的扫把星，还想跟我借粮？你做梦去吧！看来在这缺衣少食的鬼地方混，还得更不要脸一点才行。真是钱难赚，屎难吃，辛辛苦苦在地里刨了半天野菜，结果在系统商城里换了这袋面粉和这只鸡，积分就只剩10点了。唉，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兰兰，一会儿你小姨回来，你就跟她说我们上山干活去了，让她在屋里歇着，千万别让她跟着担心。爷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小姨的。爹，大哥、二哥，你们都聚在院子里干嘛？要去哪儿啊？小妹，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你出门时拿的野菜呢？野菜啊，不是坏了吗？我就顺手扔啊。大山，你看他，我就知道，那半筐野菜他肯定是要送去给孙家人了。秋琴，不管是送给谁，那到底是小妹的夫家，你少说两句。小妹，家里实在不能没有吃的，我和小山再上山去转转，看能不能往深处走走，挖点树根野菜。你回屋好好休息吧。太阳都快下山了，还上什么山，挖什么野菜？吃的我有啊。这白花花的，是白面。大哥，不光有白面，这麻袋里装的竟然是一只活生生的肥鸡！我的老天爷呀！悠悠，这种10年，你从哪弄来这么金贵的白面和老母鸡呀？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系统的事绝对不能说。那啥，这面粉本来是我偷偷攒了点私房钱，去镇上换来，打算送给娘家。送给孙家的。至于这只鸡，是我在后山草丛里捡的，它自己一头撞晕在树桩上了，我就顺手拎回来了。以前小妹眼睛眨都不眨的拿了家里那么多好东西给孙家，今天怎么转性拿回来了？难道做了什么更过分的事？心里觉得对不住家里，才拿回来了。娘，白面是什么味道的呀？是不是甜甜的？你们放心，我再也不会给孙家送1粒米了。孙母那个老妖婆竟然敢不给我饭吃，孙耀祖那个王八蛋还敢动手打我，我彻底死心了。
造孽呀！这么多年，咱们家省吃俭用，倒贴了他们孙家多少好东西啊！他们竟然还敢动手打你！是啊，我嫁过去才几天就被他们苛待，连口热水都不给，还是看清楚他们家了一窝坏心眼的。从今往后，我林佑不可能再给他们送一点东西。大哥，小妹以前每次从孙家受了气，回来都这么说，咱们去替她讨公道，最后都要被小妹骂多管闲事。这次咱们还管不管？先别管，谁知道小妹过2天会不会又翻脸护着孙耀祖？咱们还是别去触眉头了。娘，今天晚上把这袋面面白面全烙成纯白面饼子，再把这只鸡给炖了。使不得，使不得！这白面多金贵，兑上点树根和麸皮，够咱们全家吃上大半个月呢。我现在有系统，吃的管够，必须让他们吃顿好的补补身子。我不管，我就要吃纯白面的。你要是敢往里面掺一把麸皮，我今天就一口都不吃，全扔出去喂野狗。别扔，妈这就去做，全依你。看来对付他们，还得是用原身这骄纵不讲理的人设方便啊。兰兰，你怎么只吃饼不夹肉啊？小姨，我不喜欢吃的，你吃就好了。要是我吃了，你又要生气打我了。自从生了这个赔钱货，你们的眼睛全盯在他身上了。我不管，这个家所有的白面、鸡蛋和肉全都是我的，他一口都不许沾。你们要是敢偷偷塞给他一口好吃的，我就把桌子掀了。他只能吃我吃剩下的冷菜汤。真是个畜生，连自己亲侄女都容不下，难怪这孩子瘦得像根豆芽草，见了我跟见鬼一样。小姨，我不吃，我真的不吃，还给你。这孩子真是被原生欺负出心理阴影了，好好说话肯定没用，只能继续装大小姐了。推什么推？我让你吃你就吃，哪来这么多废话？今天这鸡腿你必须给我啃得干干净净。你要是敢顶嘴说一个不字，我明天就把你扔到后山喂狼。大哥，小妹今天怎么感觉像换了个人似的？她以前护食护得像老虎，今天居然肯把鸡腿给兰兰。不知道，但总归不是坏事。吃饱喝足，今晚必须好好睡一觉，恢复体力。明天一早我就去后山，把那片野菜全挖空换积分。只要我不死，必须把这家人的日子给盘活了。谁在哭？是隔壁有人在哭。大山，你摸摸兰兰的额头，烫得都快能煮熟鸡蛋了。她刚才连气都快喘不上了。我知道，可是家里连1文钱都没有了，连看大夫的门都进不去啊！林大山，兰兰才10几岁啊，你就真的忍心看着她硬生生熬死吗？兰兰这几天烧得浑身滚烫，就因为小妹把娘辛辛苦苦攒下的那2两救命钱给抢走了，拿去倒贴孙家，现在咱们连抓一副草药的钱都没有啊！秀琴，你别急，等天一亮，我去深山里碰碰运气，说不定能挖到点值钱的药材，或者打到野味，拿去镇上换了钱，就能给兰兰看病了。深山，那里面全都是饿疯了的野兽，你去了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再说了，就算你打到了，这几天兰兰就硬生生熬着嘛，万一这高烧不退，把人给烧傻了、烧坏了，你让她以后怎么活啊？好了，别说了，小妹是我亲妹妹，从小爹娘就疼她，我作为当大哥的，自然也要惯着她，顺着她，钱没了再挣就是了。林大山，你妹妹是你亲人，难道兰兰就不是你亲生骨肉了吗？要不是这次兰兰病得快没命了，这么多年你妹妹在家里作威作福，我什么时候多说过一句她的不是？你到底有没有心？爹娘，你们别吵了。娘，我没事，我不难受了，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娘不生气，娘不跟爹吵了，你快好好歇着，睡一觉就好了。
袁深干的这叫什么事啊？竟然抢侄女的救命钱去养渣男，真不是东西！我记得空间里的那口灵泉水，连我额头上那么重的伤都能瞬间治好，对付这种发烧肯定也不在话下。明天一早，我必须想个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灵泉水给兰兰灌下去，绝不能让她因为袁深造的孽丢了性命。嘿，这才刚过门7天，拍拍屁股就跑回娘家了，不就是家里没余粮，饿了他几顿，你顺脚踹了他一下吗？多大点事儿！10里8乡，你去打听打听，哪家的媳妇像他这么娇贵刁蛮？要不是看他以前天天死皮赖脸往咱家倒贴东西，我能点头同意他进这孙家的门？娘说的是，要不是他不要脸面，非要把他娘家的口粮和铜鞭硬塞给我，就凭他那点姿色，我一个堂堂读过书、前途无量的人，怎么可能多看他一眼？这话说得对，还好老娘我手段高明，早看穿林幽那个傻子好拿捏。当初咱家可是1文钱的聘礼都没出，就连去官府走婚书手续的步骤都省了，这就等于是白捡了个干活的丫头，给咱家省了多少粮多少钱啊！可是娘，现在这蠢货跑回娘家了，没人给咱们倒贴吃穿了。眼下可是大荒年，镇上米铺的粮价一天一个样，高的离谱。就咱们家米缸里剩下的那点见底的糙米，恐怕是过不了几天安浑日子了。老头子，你别像个锯了嘴的葫芦一样坐在那儿，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倒是赶紧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呀！难道真要全家一起饿死吗？急什么？前几天我老家那边有个远房亲戚托人来打听事儿，他家里有个心智不才的傻子儿子，正急着找个能生养的婆娘。那亲戚发了话，只要这事儿能牵线弄成，事成之后愿意给一大笔丰厚的介绍金，还外加2袋好面。哎呦，还有这等好事啊！爹，可咱们上哪儿去给那傻子找个女的？这还不现成吗？林幽的娘家不就正好有一个侄女吗？灵泉水确实神奇，可我该怎么把它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什么东西里，才能让兰兰毫无防备地喝下去呢？不行，这绝对不行，我死都不会同意！怎么回事？大嫂平时说话都不敢大声，怎么会突然喊得这么凄厉？不同意也得同意。孙家的人来得还挺快，肯定是家里没粮了，来求我回去继续给他们当免费长工。我正愁找不到好借口彻底撕破脸。不可能，你们简直是在做梦！我的女儿就算是病死在家里，也绝对不可能嫁给你们说的那种人。嫁人？让兰兰嫁人？这孙家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哎呦，悠悠啊，你可算出来了！快来快来，你给评评理。爹可是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看待的，咱们孙家有多好，你心里最清楚。这几天你不在家，爹娘心里跟猫抓似的，一直盼着你赶紧回去呢。这老东西疯了，真把这败家小家人接回去，家里那点见底的粮食都不够他造。悠悠啊，你来评理，我们可是好心好意。听说兰兰这丫头病得不轻，我们不但不嫌弃她是个病秧子，还费尽心思给她找了个好夫家。只要嫁过去，以后吃香的喝辣的，这是天大的福报啊！娘说的没错，那户人家算起来还是我远房亲戚家的哥哥，虽然住得离咱们村远了些，但兰兰嫁过去，念着咱们2家的关系，我们自然能照顾她1、2。黑心肝的畜生，什么远房亲戚家的哥哥，那分明是个40多岁连话都说不清楚的老傻子。兰兰才刚满18，病得连下地的力气都没有，你们把她塞过去，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她还怎么活？亲家侄儿，话不能这么说。那户人家说了，只要你们点头同意把人抬过去，给的彩礼可是足足2大袋精细的白面，还有好几罐铜钱呢。在这荒年，这些东西足够你们全家活命了。小妹，我求求你，你千万不要点头啊！家里什么事爹娘大哥都顺着你，只要你一松口，兰兰这辈子就彻底毁了。悠悠，你平时最听我的话了，只要你今天答应这件事，帮哥哥促成这桩美事，哥哥向你保证，以后一定好好对你，再也不让你受委屈。爹，你
难道你们真的要眼睁睁看着小妹把兰兰卖给那个老傻子吗？兰兰也是你们的亲孙女啊，你们拦着点小妹吧。大山、秀晴，我们也不想兰兰去那种人家受苦，可这个家从小到大，只要是你们妹妹决定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啊？悠悠啊，只要你点个头，男方给的彩礼全归你们林家不说，这袋子里是我这趟能拿到的中介钱，足足有半贯，爹全都给你，当做你的提子钱。你想买什么好吃的、好穿的都行。今天谁也别想带走兰兰，要带走她，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爹娘、爷爷奶奶，你们别吵了。娘，别哭了，我这身子活着也是家里的人类。村里的女孩哪个迟早不是要嫁人的？既然躲不过这一遭，我嫁就是。哎呦，还是兰兰这丫头懂事明理，就是这个理儿，嫁人才是正道。我拒绝。秀琴，你听到了吗？小妹拒绝了，她没有答应，她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她变得越来越好了。悠悠以前为了孙家，连家里最后一口粮都能抢走，她那么贪财，那么爱享受，恨不得把咱们这泥腿子过成镇上大小姐的日子。今天面对这么多白面和铜板的诱惑，她竟然拒绝了。悠悠，你是不是刚才没听清？只要你点头，这2袋白面还有这些铜钱全都是你的了，全凭你一个人做主。我说我拒绝。你个给脸不要脸的小贱人，装什么清高？我们好心给这病秧子找婆家，你们林家一家老小是不识好歹的白眼狼，活该你们全家饿死！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嫁过去？你要是嫁过去了，你们家这辈子吃喝不愁了，还能亲上加亲呢，这两全其美的事儿多好！小贱人，你敢反了天了，竟然敢这么说我！看老娘今天不撕烂你的嘴！老妖婆，你敢动我小妹一根手指头试试？她要是掉了一根头发，我就把你的手给撅折了！亲家，你们这是想在我们林家的地盘上撒野吗？骂谁白眼狼呢？我看你们孙家才是趴在我们林家身上吸血敲髓的水蛭。你少在这胡咧咧！我们可是好心给兰兰介绍婆家。好心？你们打的什么算盘？真当别人都是瞎子吗？表面上说给兰兰找好婆家，背地里不就是你们孙米刚见理了，想拿我亲侄女的命去给那个40岁的老傻子换2大袋白面？你手里那半罐铜钱的中介费，根本不是男方给的全部彩礼，分明是你想卖了兰兰，装进你们自己有道的黑心钱。你们拿着别人的命去换口粮，还要装出一副大慈大悲的菩萨模样，真恶心！不说话了，心虚了？行啊，我现在就去村口敲开那口破铜锣，把10里8乡的乡亲们全都叫过来，让大家伙都听听，堂堂孙家那个自命清高的读书人是怎么撺掇父母卖别人家生病的闺女来换自家口粮的。看看这消息传出去，以后哪家书院还敢要这种连脸皮都不要的伪君子？能不能直接褫夺了你的科考资格？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我堂堂读书人，岂能和你们这群在地里刨食、满嘴胡言的渔民一般见识？简直是有辱斯文！爹娘，别跟这群泼妇浪费口舌了，我们走。跟我斗？原神惯着你们这群吸血鬼，我可不会。真是晦气！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不仅没把兰兰那个病秧子顺利卖出去，连林幽那个死丫头都忘了顺手带回来，家里这不白白少了个能干粗活的年轻丽丽。林幽那个猪脑子就是蠢得出奇，一个眼看着活不了几天的病秧子，能换回来2大袋精细白面和半罐铜钱，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稳赚不赔的好事。他连这笔账都算不明白，真是瞎了他的狗眼。不过仔细想想，这小贱人没死皮赖脸的跟着回来也好，就他那副又蠢又懒的丧门星德行，要是以后真在咱家生下一窝和他一样蠢笨如猪的小崽子，那不是砸了咱们孙家的门楣吗？说得对，就眼下这大黄年，粮价高的离谱。他要是真回来了，咱们家米缸里那点见底的糙煤，
还不够他那张大嘴浪费。哎呦，我当是谁在这儿站着呢？耀祖啊，你不是天天把胸脯拍得震天响，说林幽那个贱骨头对你死心塌地、言听计从吗？这回他怎么不听你的话，还敢指着咱们的鼻子骂了？娘懂什么？悠悠对我用情至深，这一点绝不会变。你们刚才没看见吗？一开始我跟他说话的时候，他的态度明明就已经软化了。最后他之所以翻脸，一定都是因为林家那群泥腿子在背后撺掇他。居然都怪他那多管闲事的家人。以后哪家书院还敢要这种连脸皮都不要的伪君子？能不能直接褫夺了你的科考资格？还有你们，要不是你们俩刚才为了那点可怜的白面，把吃相表现得那么难看，逼得太紧，惹急了悠悠，他怎么会拿我的刻苦前途来威胁我？堂堂读书人的脸面都被你们在村里丢尽了。要是我一个人去，私下里单独找他，好好跟他诉诉苦，这件事早就成了。且等着吧，总有一天我要让林幽哭着回来求我。小姨，谢谢你，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傻丫头，小姨怎么会不要你呢？以前是小姨的错，小姨不该那么对你。现在只要有小姨在，谁也带不走你。想哭就在小姨怀里哭个够。好，咱们家悠悠是真的懂事了，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不懂事的小丫头了。小妹，大嫂在这儿给你赔个不是。以前是我鼠目寸光，老是在背后埋怨你。今天要是没有你，兰兰这辈子就全完了。大嫂，谢谢你。大嫂，快起来，咱们都是一家人，说这些干什么？以前是我不懂事，不该那样的。我向你们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小妹，你别这么跟大嫂说话，大嫂害怕。有没有搞错？我好心好意、温声细语的跟他说话，他居然吓成这样。人生到底给他们留下了多深的心理阴影啊！看来我不装的凶神恶月的煞一点，他们反倒浑身难受了。行了，少在这儿自作多情了。我可不是为了帮你们，我就是使唤兰兰这丫头使唤习惯了，端茶倒水洗衣服，她哪样干得不顺我的心？凭什么把我用惯了的人送去伺候那个恶心的老傻子？我都还没用够呢。再说了，就孙家给的那点破烂玩意儿我才看不上，我补贴他家那么多东西，总有一天我要让他们全还回来。吓死我了，这才是咱们小妹该有的样子啊！就是悠悠啊，你刚才站了半天，又费了那么大劲儿骂人，肯定饿了吧？娘和大嫂这就去灶房给你摊面饼子吃。对，大嫂给你多放点油，专门给你一个人开小灶。大山、小山，咱们赶紧上山去多捡点干柴回来，别耽误了给悠悠生火煮饭。小姨，你骂人肯定累坏了吧？你回屋躺着，兰兰去给你捶捶腿、捏捏肩，好不好？这林家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他们好像被原神折腾的不正常了？过来，把这碗药汤喝了。小妹，这是什么呀？能是什么？这可是我上山采的草药，然后亲手熬的汤药，保管药到病除。悠悠啊，这山里的野草根哪能随便煮水喝呀？兰兰本来就发着高烧，这万一吃坏了肚子……什么野草根？爹，你这就不知道了吧？这是我以前追在孙耀武屁股后面跑去镇上书院的时候，趴在墙根底下偷听里面老先生念叨的方子，绝对喝不死人。还好以前原身是个恋爱脑，有这借口。无毒的野菜再加上我悄悄混进去的一大口灵泉水，绝对能把兰兰从鬼门关拉回来。那老秀才万一只是随口一说，秀琴，咱们要不还是……我相信小姨。小姨绝对不会害我。你这孩子怎么一口气就喝下去了？快吐出来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肚子疼不疼？兰兰要是敢吐出一口血，我立刻就把她扛到镇上回春堂去，大不了把我这身衣裳扒了押给大夫抵要价。娘，你别晃了，我有点头晕。爹娘，我胸口不闷了，以前那种头重脚轻、浑身轻飘飘、没力气的感觉全没了，连嗓子都不痒不咳嗽了，不烫了，真的退烧了，老天爷保佑啊！这简直神了！一碗草根水下去，病就好了大半。那学堂里的万般皆下品，随口念叨的一句方子，竟然比镇上大夫开的几10文钱一副的药还管用，真能治病救命啊！大哥大嫂，
这是一小袋杂粮面，你们拿着。小妹，这是干什么？带兰兰去镇上医馆找正经大夫，好好摸个脉检查一下，看看病到底除了低没有。这面拿去当诊金抵扣。小妹，你连看大夫的诊金都准备好了？爹娘小妹，镇上回春堂的老大夫仔仔细细给兰兰摸过脉了，说兰兰邪火已退，身子骨没大碍了，只要多吃点东西养养就行。太好了，既然兰兰的病彻底好了，咱家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孙家那群畜生前几天敢把小妹的头打破，昨天又敢跑上门来算计兰兰，我现在就去孙家把孙耀祖那王八蛋腿给打折了，替小妹和兰兰出这口恶气。哎呦，小妹你教我干啥？现在去把人打一顿，能当饭吃吗？到时候他们再去里长那里告你一状，你还得去蹲大牢。放心，他们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不急在这一时。眼下最要紧的是填饱肚子，都别愣着了，去把家里的锄头、铲子和背篓全拿上。今天全家都跟我上后山去。悠悠啊，这几个月大旱，村里人饿得眼睛都发绿了，恨不得把后山的地皮都刮去3尺。现在那山上光秃秃的，外围连根能吃的草叶子都被挖干净了，还能有什么东西可采呀？是啊，若是往深山里走，又常有饿疯了的野猪、豺狼出没，太危险了。小妹，娘和爹说的对，这山上能吃的野菜早绝迹了。村里人找不到吃的，是因为他们只认得那几种常见的野菜。可我不一样啊，我手里可是捏着系统商城，只要系统一扫描，什么杂草能吃，什么野果有毒，什么东西能换积分，我门儿清。满山的宝贝在等着我呢。我不管，我说山上能挖到吃的就一定能。你们推三阻四的，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管我了？是不是想眼睁睁看着我饿死在家里？哎呦，我的小祖宗，娘怎么舍得让你饿着？去，全家都陪你去，就算把后山翻个底朝，娘也给你刨出点东西来。小妹说去哪儿就去哪儿。小山，拿上家伙事儿，走。这是满地都是积分啊，发财了！葛根、野柿子，这在一般人眼里是不能吃的毒草，在系统里可都是高价好货啊！小妹，使不得，这花里胡哨的蘑菇可千万碰不着。村里的老人说，这种蘑菇毒性大得很，吃一口就会口吐白沫，神仙难救啊！我当然知道它有毒，但我有办法处理，用滚水焯2遍，再放上大蒜爆炒，毒性全都没了，味道还鲜得很。你少在这儿大惊小怪，赶紧去挖野菜。原来是这样，不愧是小妹，连这种偏方都知道。那我再去那边找找。这就信了？这家人对元神也太盲目信任了吧！我说能吃就真敢吃，真不怕我手一抖，一锅把全家都送走啊！买只肥鸡放出来加餐。哎，兰兰，你快看那草窝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动？小姨，是一只大野鸡，我抓到了！兰兰真棒！哎呀，老天爷呀，这么肥的野鸡，兰兰这丫头病好全了，身手竟然这么利索。好丫头，运气真是好，爹都抓不住的野鸡，居然被你逮着了。这年头怎么还会有野鸡在山上？食物不应该早就被吃光了吗？干得漂亮！肯定是这野鸡在山上饿晕了头，被咱们兰兰捡了个大便宜。今晚回家炖鸡汤。桂花，这是大半袋糙米，现在世道艰难，你可别再由着林幽那跋扈性子胡来了。再这么无底线的惯下去，迟早要给咱们老林家惹出大祸端。娘，悠悠她真的和以前不一样了，她现在懂事儿了，不仅没往外送东西，还带着大。行了，你少替她遮掩。那丫头打小就飞扬跋扈，不讲道理，连我这个做姥姥的她都敢甩脸子，她能改好？太阳除非打西边出来。
你想干什么？还敢动手打长辈不成？谁要打你了？这半只野鸡你带回去吃。不，我这把老骨头黄土都埋到脖子了，到时间自然会死。你可别给我下毒啊！连自家亲姥姥都防我像防投毒犯一样，原身这丧心病狂的形象到底有多深入人间啊？看来我这洗白之路还真是漫长着看不到头。老太太，你想什么呢？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大肥鸡，我要是真想要死你，随便在后山薅一把毒草就行了，犯得着浪费这么金贵的肉吗？你真当我不心疼啊？也是，这丫头平时护食护得跟狼似的，恨不得把肉全塞进自己嘴里，哪舍得拿这么好的东西去害人？娘，您看我没骗您吧？悠悠现在可出息了，灶房里的饭马上就做好了，今晚炖了鲜鸡汤，您和哥哥就留下来住一晚，吃顿热乎饭再走。不住了，家里还一堆农活没干完呢，我们这就走。跑得比兔子还快。行吧，慢慢来，总有一天得让他们知道，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林幽了。就凭我在现代学过的那些大厨做法，什么爆炒剑手青、小鸡炖蘑菇、干煸野菌，还拿不下这几个古人的胃。今天必须让他们开开眼界。当当当，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大家都别愣着了，快尝尝我的手艺。兰兰，你平时最听小姨的话了，你先来一口。小妹，兰兰身子刚大好，经不起折腾，我吃。不行，我是家里顶梁柱，我皮糙肉厚，还是我来试。我费了半天劲给你们做饭，这又不是砒霜毒药，你们要是一口都不吃，我真的会很伤心的。别倒，你要吃，娘信你。太好吃了，这比镇上大酒楼的肉还香！大哥大山，你们快吃，不吃就全被我抢光了。绝了！你这手艺简直绝了！爹娘，你们多吃点。好，咱们家悠悠是真的长大了，知道心疼爹娘了。爹娘、大哥大嫂、二哥，以前是我混账，做了许多糊涂事，但我今天向你们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干那种倒贴外人的蠢事。你们能不能再信我一次？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原身留下的烂摊子，果然不是1、2顿饭就能抹平的。小妹，大嫂信你，这几天你为兰兰拼命，为了家里上山刨食，咱们全家都看在眼里。大嫂真好，以前的事对不起。不说以前了，咱们一家人以后好好过日子。既然成了林幽，我就绝不会让这家人再受苦。这只是个开始，我绝对会带着全家人在这乱世里过上吃香喝辣的好日子。奶爹，这肉闻着可真香啊！这林有表姑给的野鸡应该是能吃的吧？谁知道呢？那丫头平时飞扬跋扈的，今天突然转了性子送肉来，谁知道她是不是在里面下毒了？不管了，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我来试试。哎呦喂，这有毒啊！快吐出来，儿子，你快吐出来啊！没毒，没毒，太好吃了，这肉绝了！哎，张大舅，这个香，真香啊！还是肉好吃。这荒年还能吃上这么肥的肉，简直像做梦一样。我还要加一块，都给我住手！抢什么抢？这点金贵的肉，今天一人尝一块解解馋就行了。剩下的汤和肉得留着给家里顶好几顿呢。全都给我吃野菜。娘，依我看，悠悠这丫头挺好的，哪有您以前说的那么夸张啊？就是，能平白无故给咱们这么大半只肥鸡吃，能是什么坏人？我也觉得纳闷儿，他以前那副骄纵蛮横，连长辈都敢骂的德行，十里八乡谁不知道？现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心似的？嫂子，他该不会是在后山撞身了吧？这才把那坏性子给改了。笑什么笑？你们这群没脑子的，一顿肉就把你们给收买了。我看他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但你们用脚趾头想想，
那林幽一家子平时贪图享乐，有点好东西全往孙家送。现在这种大荒年，他们家还能有存粮？依我看，他这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们老林家肯定是断粮了，快饿死了。他今天特意送半只鸡来讨好咱们，8成是想找借口，带着他们全家老小搬到咱们家来混吃混喝。咱们可千万不能上这个当。全家5、6口人顶着大太阳在后山刨了一整天，累得腰酸背痛，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野草杂菌全卖了，竟然才换了不到100点积分。五花肉10积分1斤，京拜面30积分1袋。照这个速度，我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超市自由、肆无忌惮的随便买啊？吃，就知道吃，米缸底都刮干净了。今天这最后半碗汤水，你要是抢着喝了，家里的娃明天就只能去啃树皮了。这年头，全村最缺的就是一口吃的，可我不缺啊，只要用1点点积分换点糙米，雇全村的人上山帮我挖东西，那我的积分岂不是能呈爆炸式增长？既能当好人洗白名声，又能疯狂赚积分，一箭双雕。是你来干什么？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昨晚听见大娘家里闹的动静挺大，似乎是揭不开锅了。关你什么事儿？看我们家笑话是不是？我张家就算全家饿死，也用不着你林幽在这假惺惺！滚！大娘，别急着赶人，我是来给你送活路的。活路？你能安什么好心？你们家去后山挖我指定的那几种野草和草根，每天傍晚交给我，只要分量足，我每天给你们1碗糙米作为报酬。1碗糙米就挖那些破草根？你该不会是寻大娘开心吧？你哪来的糙米？万一我们累死累活挖了一天，你最后赖账怎么办？我林幽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我要是赖账，你大可以去里长那里告我，就一句话，你爱干不干？你不干，村里多的是快饿死的人排队等着给我干活。我这就去隔壁李婶家问问。干！我干！大娘全家都去给你干，你可千万别去找别人啊！我这就去拿筐。悠悠，大娘照你说的，把你要的那些草根全挖来了，满满1整筐。你那糙米，大娘帮了我的忙，我当然不会赖账。拿去吧，这是1碗糙米，咱们钱货两休。以后你只要每天按这个分量送来，米绝对少不了你的。老天爷啊，真的是糙米！大娘还以为你在消遣我。那后山的野菜又苦又涩，吃一肚子全是水，根本不顶饱。有了这些米，我们家这几口人终于不用去见阎王了。大娘放心，只要你按照我的标准给我干活，挖的东西够好够多，我保证你们家以后绝不会缺这一口吃的。干！大娘以后天天去给你挖，你就是大娘的活菩萨呀！你也就是眼皮子浅。那林幽以前在村里是个什么德行，你难道不知道？他能有这么好心白给你粮食？这里面肯定憋着什么坏水。你快闭嘴吧！这米可是实打实的，要不是人家悠悠，咱们明天的锅里就得煮泥巴了。你少在背后嚼人家舌根子。那什么，既然他真给米，那我明天也跟着你一起去后山给他林幽挖草根去。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这老骨头，以前除了春种秋收的重要时候，平时连个扫帚倒了都不服，这次居然主动要去干活。行啊，咱们2口子一起上山，肯定能多换几碗米回来。林幽那个蠢货，懂个屁的山货，反正都是给他干活，到时候把能吃的好东西全都藏起来，专门挑点发黄的烂菜叶子和破草根扔筐里给他送去，反正是按筐算，这稳赚不赔的买卖，傻子才不干。悠悠啊，你看我今天把我家当家的也带来了，多个人多份力，咱们保证给你挖的多多的。这不是村里出了名的老赖张大叔吗？和原生的名声不相上下，平时好吃懒做，这懒汉能有这么勤快？不过无所谓，反正只要干活我就给东西，越多越好。人多没问题，但我昨天说过了，我收的东西是有标准的，必须是带根的鲜活草叶，不要干瘪枯黄的，更不能夹杂石头和烂泥。只要达到标准，1筐换1碗米。知道了，挖个破草根还这么多穷讲究，真是事儿多，给你装筐里不就行了？你给我闭嘴！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悠悠，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就是嘴欠。我们一定按你的要求挖得干干净净，我们这就去。敢在我这耍这种偷工减料的小聪明，真当我是瞎子吗？大娘，你这筐野菜达标了，这是你应得的1碗米。谢谢悠悠，大娘明天还给你挖。你的。林勇，你这是什么意思？凭什么给他满满1大碗，给我这么一点点？你这是克我的血汗粮！你是不是看我老实好欺负？血汗粮？你这一筐烂菜叶子底下全是大泥巴块，你好意思跟我谈血汗？我给的米是按规矩给，达不到标准就只值这么多。你放屁！老子辛辛苦苦在山上跑了1天，你这小贱人就是故意找茬不给米。我找茬？你看看大娘的筐，再看看你的，你自己懒得像头猪，还想在这空手套白狼。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种自己没本事，又懒又馋，只能靠女人辛辛苦苦刨食养活的废物男人。你敢骂老子？老子今天非打烂你这张臭嘴！都家的，使不得！老东西，你活腻了是吧？就是你想对我们妹妹动手？大哥二哥，别打！为了这种脏了手不值当。把你的破烂拿走！从今往后，你别想再从我这儿落到半分好处。大哥二哥，把这废物扔出去。是。大娘，没摔着吧？明天还是这个时间，你继续来找我换米，只要东西好，米绝对少不了你的。几位大叔大婶，你们有没有看见我二哥啊？我娘叫他回家吃饭。没看见小三啊？哎呦呦悠悠啊，你这几天可真是转了性子了，知道帮你爹娘分担了。可不是嘛，张家嫂子天天夸你心善，用粮食换他们去挖草根，救了他们全家老小的命呢。村里现在谁不夸你是个懂事的好闺女？对对对，以前是咱们看走眼了，你这丫头不仅人长得水灵，心肠更是好的没话说。大叔大婶过奖了，我也就是尽点绵薄之力。各位大叔大婶，这是我在山上偶然发现的瓜子，你们拿着分着尝尝鲜。老天爷，这可是能榨油的好东西啊！这荒年连树皮都吃不上，你竟然舍得拿这么金贵的东西给我们当零嘴！悠悠啊，你简直就是咱们长乐村的福星啊！悠悠姐姐，我刚才好像看见你二哥往足穴那边去了。谢谢你啊，姐姐这就去找他。天地玄黄，宇宙光，二星亮。别打别打，我没偷东西，我这就走。小妹，你走路怎么连个声都没有啊？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又是教书的老先生拿着戒指来赶我了呢。怎么，二哥这副做贼心虚的样子，是在这足穴门口收保护费呢，还是等哪个好兄弟下学一起去摸鱼抓虾啊？不是，小妹，我不是在等朋友。我也想认字儿，我想读书。二哥想读书？袁氏的记忆里，他明明是个成天在山里上蹿下跳的糙汉子。不过也是，以前家里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袁氏还把钱全刮下去养渣男了。他就算想读，也开不了这个口。二哥，你认真的？什么时候起的这个念头？其实很久以前就有过这念头。以前看你天天跟在孙耀祖屁股上面，一口一个耀祖哥哥叫的那叫一个甜。可你从小到大都没叫过我几声哥哥，高兴了叫声二哥，不高兴了直呼其名。我当时就气不过，
我在心里比来比去，论长相论力气，孙耀东那小白脸哪点比得过我？他唯一有优势的，不就是他是个穿长衫的读书人吗？二哥说的对，孙耀祖那长相连给你提鞋都不配。你想读书，我绝对支持你。原本那也只是个虚无缥缈的念头，我也知道家里没钱，可是前几天你端出那碗药汤，说是你在学堂外面偷听到的方子，几口就把兰兰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我当时就在想，读书可真是有大用处啊，不仅能让人高看一眼，还能治病救命。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这事儿，实在憋不住了，这才跑过来偷听，没想到第一天就被你抓个正着。原来是我瞎编的那个借口，阴差阳错点燃了二哥读书的火苗。既然是我种下的因，这事儿也得我负责。二哥，你要是真想读，我现在就回去找爹娘，让他们同意你进学堂。别，小妹，这可使不得，书修太贵了，一年得好几两银子，再加上笔墨纸砧全都是无底洞，咱家根本供不起。你看看那孙耀祖，孙家全家勒紧裤带供他，加上以前咱们家被逼着补贴了那么多，他才勉强读到现在。我还是别给家里添乱了。不提那渣男能死吗？每次听到他名字，我都恨不得把元神挖出来再揍一顿。钱的事你不用操心，我来解决。我只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不准在学堂主动找孙耀祖麻烦，更不准在我面前再提这个名字。看来小妹是彻底厌恶了孙耀祖。好，二哥答应你，以后绝不在你面前提那个晦气东西。爹娘，我决定了，我要让二哥去族学读书。悠悠，你别开玩笑了，就你二哥那脑子跟块榆木疙瘩似的，看书能把口水流书本上，他哪是读书的料啊？娘，你怎么能这么贬低二哥？二哥精着呢，小时候爹教他下套抓野兔子，他看一眼就能学会，还能举一反三改出新花样。村里哪个小孩有他这机灵劲儿？悠悠啊，就算你二哥脑子好使，可这学堂的树优、笔墨纸砚哪一样不是白花花的银子？咱们家拿什么供他？钱的事儿你们不用管，咱们背靠后山，那里面有的是值钱的稀罕草药和野味。现在城里连树皮都快被啃光了，物以稀为贵，只要咱们拿东西去镇上换金换银，还不是易如反掌？悠悠，你跟娘实话实说，你是不是心里还放不下孙耀祖那个小王八蛋？你想让你二哥去念书，是不是为了借着同窗的名头，好继续找机会倒贴他？娘，你仔细看看我这头上，我就算去倒贴一条狗，也绝不会再看他一眼。我要是还惦记他，我能死乞白赖的跑回家吗？可是小山要是去念书了，这家里上山下地挖东西的壮劳力可就少了一个呀。这算什么问题？咱们用糙米雇村里人干活就是了。隔壁张大娘他们不是每天都给咱们送草根吗？咱们只管收，根本不用自己费力。爹娘，孙耀祖天天在村里吹嘘自己是读书人，以后要考秀才当大官，我看他那副嘴脸就恶心。退一万步讲，万一他以后真走了狗屎运考上了，就凭咱们家这几天跟他彻底撕破脸的仇怨，他要是当了官老爷，捏死咱们全家是不是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绝对不行，绝不能让这白眼狼骑在咱们老林家脖子上拉屎！读，必须让小山读，咱们家也得有个读书人，到时候看他孙耀祖还敢不敢嚣张。这就对了。爹娘，小妹，我一定好好读，绝不给咱们老林家丢脸。先生，这是我二哥这一整年的束修，外加笔墨纸砚的定钱，您点点。我二哥年纪虽然大些，但脑子灵光，以后在学堂里还请先生多多费心关照。放心，公子一表人才，一看就是个读书的好苗子。靠着系统换物资来镇上倒卖，这赚钱速度简直比喝水还快。这点术数算什么？轻轻松松。连小山那个只配在泥地里打滚的泥腿子，居然也要读书。我本是村中唯一的读书人，他凭什么跟我争这个风头？
耀祖，你这是见鬼了，脸色这么难看。我刚刚在镇上学堂，看见林佑带着林小山教了束修，整整1年的定级，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林小山那个莽汉也要去读书了。呸！就林小山那个脑子里全是肌肉的蠢货，他能读出个什么名堂来？我看路边野狗都比他那榆木脑袋聪明，真是白白糟蹋起。等等，耀祖，你刚才说林佑交了1整年的术数定钱？是，白花花的碎银子，我亲眼看见了。眼下是什么世道？连着大旱，家家户户连树皮都啃光了。他们老林家哪来的这么多银子去供一个闲人读书？这少说也得好几两银子啊！老天爷，要是把这笔钱全拿来给咱们家，这能换多少细粮白面啊？咱们还愁什么荒年？娘说的对，林佑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都成亲了，他天天死赖在娘家算怎么事？我这就去林家好好哄哄他，把他接回来。只要他的人回来了，他的钱自然就是咱们孙家的。这就对了，女人的心最软，你多说2句软话。既然2家结了亲，那就是一家人，分什么你我？他手里的钱本就该全拿来给你这个前途无量的相公花才对。娘子，悠悠，我来接你回家了。大伙儿给评评理，这年头家家户户都难，可我娘子刚过门就闹脾气，嫌弃家里不给她顿顿做肉，不吃精细的白米白面。就是啊，现在大荒年的啥都没得吃，上哪儿给他弄肉和白面去？这林佑就是从小被他娘家人给惯坏了，不知天高地厚。这位大叔说的对啊，我娘心疼他，不过是苦口婆心的劝导了他几句，让他懂得勤俭持家，谁知他竟愤懑不满，直接收拾包袱跑回娘家，这一住就不肯回去了。这简直太过分了，一点都不把公婆和夫家放在眼里。这也就是在你们孙家，要是换做别家媳妇儿敢这么作妖，早被男人摁在地上狠狠挨几顿胖揍了。奇怪，我并没有花钱雇人来当托儿，这人怎么句句都顺着我的话说？看来林优这泼辣的名声早就惹众怒，现在所有人都站在我这边，看我怎么逼他带着钱乖乖跟我回去。大叔快别说打不打的了，悠悠这骄纵的脾气，也就是遇上了我，只有我能包容他忍让他。到底是一家人，床头吵架床尾和，我今天就是特意来请他回家的。林优这次做的确实过分了，孙家好歹是个读书人家。是啊，女人就该出嫁从夫，夫家能这么低声下气的来接人，真是他8辈子修来的福分，还不赶紧顺着台子下？悠悠，你听见了吗？大家都盼着你跟我回去呢，跟我回家吧。你刚刚说什么？我好像没听清楚。我说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果然，只要我给点好脸色，这蠢女人就立刻心软投降了。悠悠，你嫌贫爱富、不敬婆母的事儿，我都不跟你计较了。只要你现在点头，愿意跟我回家，咱们以后好好过日子，我绝不怪你。大伙听听，孙耀祖这雄心，简直是稀世罕见的好男人啊！林优，你别太作了，人家给了台阶，你还不赶紧下，真不知好歹。这条乱咬人的老狗，等我收拾完孙耀祖，有的是时间对付。耀祖哥哥，不是我不想和你过日子，实在是我二哥现在也要念书，家里为了供他，已经1粒存粮都没有了。以前我把娘家所有的口粮，甚至是侄女的救命钱，全一丝不落的拿去给你了。现在我真的拿不出来了呀！林佑竟然敢当着全村人的面戳我吃软饭的事，等把你带回家，看我怎么让你后悔！悠悠，你这话从何说起？我堂堂读书人，怎么会主动开口向你要东西？那些分明是你强行塞给我的，我为了顾及你的颜面，迫不得已才收下的。对啊，哪个有本事的男人会靠女人养着吃软饭？你非要硬塞，人家孙耀祖当然只能收下，肯定都在家里好好放着呢，绝对没动过。张大叔这话说的脸不红心不跳，你自己不就是天天靠老婆上山刨根养活的软饭男吗？
既然你从来没动过我硬塞给你的东西，那可太好了。那就请你把这些年我塞给你的所有粮食和铜板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我吧。毕竟，你堂堂一个高风亮节的读书人，总不可能承认自己是靠吸着女人的血，吃着软饭才读到今天的吧？海贤送的那些白面和铜板，早就被我和爹娘吃干抹净了，我上哪儿去给他变出来？哎，悠悠，你别在这儿赌气瞎闹了，咱们都成亲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分什么你的我的？一家人？我姓林，你姓孙，怎么就成一家人了？莫非你是打算带着你爹一起改口跟咱们老林家一个姓不成？那感情好，我这就让我爹给你们入族谱。林幽，你慎言！父母骨血岂能儿戏？我乃堂堂……少跟我扯那些酸掉牙的大道理，说这么多废话，还不是因为你已经把靠哪儿女人吃软饭要来的东西全都花完了？呸！什么读书人，原来是个靠女人养的小白脸儿。平时看着咱们这些泥腿子，眼睛都长在头顶上，结果干的事儿比要饭的还难看。就是满嘴的仁义礼智信，背地里却趴在女人身上吸血，真是不嫌害臊。谁说我还不起？既然你非要把账算得这么清，我还给你就是了。我这就给你立字据写欠条。以前那些破米烂面零碎铜板根本没个数，我随便写点东西顶上。你个蠢女人能知道什么？先用欠条堵住这些贱民的嘴再说。二哥，上账本。孙耀祖，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从我小妹开始倒贴你们孙家那天起，哪年哪月哪日拿了多少斤糙米，多少斤白面，给了几文钱的笔墨费，全在这上面记着呢，一笔都不差。你竟然背着我记账！林幽，你真是心机深重，居然连这点零头都要斤斤计较。怎么能叫斤斤计较呢？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更何况你还没改姓林呢。赶紧按着这上面的数目写欠条吧。好，我写。既然这账算清了，字据也立了，你现在总愿意跟我回孙家了吧？回家？回什么家？这里不就是我的家吗？林幽，你又在装什么疯卖什么傻？你既然嫁给了我，这林家就是娘家，我们孙家才是你真正的家。就是，都已经成过亲的女人了，还赖在娘家算怎么回事？赶紧滚回孙家去伺候公婆相公！你们在胡说八道了些什么呀？你要是拿不出婚书，拿不出过门的凭证，你这就是在当众污蔑我的清白！大伙儿给评评理啊！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黄花大闺女，被他这样凭空捏造，冤枉名声，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啊？你没过门？你天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跑，十里八乡谁不知道你死乞白赖的要嫁给我？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我天天去找你，不过是仰慕读书人，想借机让你指点指点我二哥的学问罢了。没想到你这人这么自恋，居然以为我是看上你了。就你那副尊容，连我二哥的脚后跟都比不上。就是，小妹全是为了我们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儿。林幽，你少在这狡辩！你明明就是嫁过去了，我亲眼看见的。你这就是水性杨花，不知廉耻！你以为你在村里的烂名声没人知道，整天游手好闲，还在镇上赌场欠了一屁股烂账。要不是你老婆每天起早贪黑在山上刨草根换粮食，你早饿死在街头了。我现在手里还有你欠债不还的字据，你信不信我明天就去报官，让你这老赖进大牢蹲一辈子。呸！原来是个烂赌鬼，平时就懒得出集，竟然还在外面欠赌债，真不是个东西。媳妇儿，你快帮我说说话呀！老娘受够你这个烂赌鬼了！你明天就给我滚！我要跟你和理！你们给我等着！林幽，你这不守妇道的毒妇！我们明明已经成亲，这村里谁人不知？你现在竟然翻脸不认账，简直是水性杨花，荡妇所为！哦，成亲？你倒是指出来，谁看见了？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成亲了，那请问婚书何在？
官府的红漆何在？那我再问你，3书6礼呢？聘礼何在？迎亲的花轿呢？拜堂成亲的高堂父母和酒席呢？咱们家可是1文钱聘礼都没出，连去官府走婚书的步骤都省了，等于是白捡了个干活的丫头。你这个不可理喻的泼妇，你这是在狡辩！你到底是谁不可理喻？你孙家为了省下那点可怜的聘礼，连最基本的礼数流程都不肯走，不告而娶谓之分。没有婚书，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林幽就是清清白白的未嫁之女。1分钱不花就想白得个媳妇儿，难怪没有酒席。就是，还整天拿读书人的规矩说事，结果干出这种骗婚的下作事儿，这种人也配考科举？孙耀祖，别急着走啊，咱们的事情可还没完呢。白纸黑字，欠债还钱。这欠条上的东西，我今天必须带人去你们孙家，一分不少的全搬回来。哎呦，耀祖果然有手段，这才去了一会儿，就把这没脑子摇钱树给领回来了。看老娘今天怎么立规矩，好好拿捏他。哎呦喂，这不是那死皮赖脸跑回娘家的小贱人吗？怎么离了我家耀哥活不下去了，又巴巴的倒贴回来了？我告诉你，今天你想再跨进我孙家这个门，必须给我跪在你地里磕下头。哎呦，你敢打长辈，你反了天了！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嘴脸，谁要进你家门？我今天是来讨债的。这黑心肝的毒妇，那些米面粮食明明都是你自愿送上门孝敬我们孙家的，送人的东西哪有往回要的道理？你休想从我孙家拿走1粒米！自愿送的，那你睁大眼睛看看这欠条上的名字是谁签的？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老子今天非打死你个不知好歹的娼妇！老东西，你敢动我闺女一根汗毛试试？当老子是死人吗？大哥二哥，拿出单子，照着上面写的，把咱们家的东西全搬空，一样都别给他们留。我的粮啊，我的布啊，强盗啊！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全家啊！孙耀祖，别急着哭丧脸，你这几年大手大脚，花了我不少银钱，今天拿出来的这点破铜烂衣和杂粮，还远远填不上你欠我的窟窿。剩下的银钱，咱们慢慢算。只要这欠条在我手里一天，我就绝不会让你孙耀祖少赔1分一毫，你好自为之。林幽，你今天让我颜面扫地，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跪在地上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你们是没看见，小妹当时那气势，啪的一声，直接一巴掌把那老妖婆扇得在地上转了半圈，然后把欠条往她脸上一怼，说我是来讨债的，简直太威风了，真解气。那孙家人平时眼睛都长在头顶上，整天一副瞧不起咱们的酸腐样，活该被扇巴掌。就是，那孙家老头还想拿烟袋膏子打小妹，幸亏爹眼疾手快把他推开了。这帮黑心肝的畜生，以前咱们家穷得揭不开锅，全是他们吸血吸的。其实啊，那些东西我本以为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真没想到悠悠这丫头不仅把人骂得抬不起头，还能逼着那白眼狼写下欠条，硬生生把咱们老林家的血汗钱给要回来了。天爷保佑，还好咱们悠悠脑子清醒过来了，彻底看清了那一家子吸血鬼的真面目。要是真被他们骗过去，那才是掉进火坑里爬不出来了呢。悠悠啊，今天你受累了，多吃点肉补补身子。小姨最厉害了。小妹，大嫂以前一直觉得你，不提了。总之，以后这个家，大嫂全听你的，你指哪儿，大嫂打哪儿。在现代，我拼死拼活熬夜暴怒，就为了搞钱买大别墅自己一个人住。可现在能和这些真心实意疼爱我、全心全意相信我的家人坐在一起吃顿热乎饭，感觉竟然比住大别墅还要幸福100倍。爹娘、大哥大嫂、二哥，你们放心吃，有我在，我还要盖大瓦房，让咱们全家都过上整个长乐村最好的日子。粮食全没了，一点活路都不给留啊！是张大娘的声音，叫得这么凄厉，出什么大事了？下水道的畜生啊！那是我刨土挖草换回来救命粮啊！就这么被偷得干干净净，这是要绝我们张家的户啊！张家媳妇儿，你先别干嚎了，赶紧说说，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遭贼的？是刚才我半夜起夜去茅厕，刚走到院子里，就看见灶房的门虚掩着，我跑进去一摸，米缸底都朝天了。悠悠这几天换给我的那些糙米全都不见了，连个米粒都没剩下。作孽呀！这眼瞅着就大荒年，粮比金子都贵，贼也是饿疯了。是啊，8成是外村逃荒来的流民，半夜摸进村子里找吃的，这上哪儿去抓呀？外村的流民，倒也有可能。我们林家的院子正好卡在村子的最边缘，紧挨着后山。张大娘家则在偏村里头的位置，
如果真的是外来逃荒的恶鬼，他们金村第一眼看到的绝对是我们家。我们家不仅位置更靠外，而且厨房的木门比张大娘家的还要破旧，一脚就能踹开。可这贼不仅绕过了最容易下手的林家，还直奔张大娘家的灶房，甚至精准地找到了藏在米缸底下的糙米。偷粮的人对我们村很有了解。悠悠丫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贼放着村子边缘更容易得手的我家不偷，偏偏摸黑跑进张大娘家，这说明他对我家和张大娘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我家有3个身强力壮且睡觉紧紧的成年男人，不好惹。更重要的是，他非常清楚张大娘家里现在囤着这几天从我这里换来的糙米。大娘您别哭了，粮食没了可以再赚，人只要还有力气就饿不死。悠悠啊，我拿什么赚啊？家里的底子都空了，孩子们明天就要挨饿了。大娘，我说话算数，我那里还可以继续用野菜换米，只要您肯干，每天按要求把野菜送来，我保证您家的一家老小绝不会挨饿。悠悠，你就是活菩萨啊！大娘干，大娘明天天一亮去后山挖野菜。悠悠这丫头真是大义啊！这荒年里谁家不是把粮食捂得死死的？她居然还肯拿出粮食来拉扯张家，可不是嘛？这叫有格局。老林家真是出了个了不得的闺女。各位叔伯婶娘，今天张大娘家遭了贼，明天就可能轮到我们任何一家。这贼既然对村里的情况了如指掌，就绝不会只偷一次。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剩下的口粮，我提议村里应该组建一支巡卫队，每家每户出个壮民力，轮流在村里夜间巡逻。只有大家拧成一股绳，那些贼才不敢轻易进村。悠悠丫头说的在理，这是为了咱们整个长乐村保命的大事。哎呦喂，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巡拜队大半夜的不睡觉去村里瞎晃悠，这得多费体力啊！我们孙家可不出人，这荒年连饭都吃不饱，多走2步路还得再多一把野菜才能补回来呢。你们爱谁去谁去。孙家嫂子，你确实不用出人，就你们家那快要见底的破米缸，饿得连贼进去了都得留2把米再走，你怕什么被偷啊？就是，随便造谣的人家，贼去了都嫌晦气。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愿意出人的，现在就到我这里来登记。嘿，村长，我家我大儿子去，他身子骨结实。我家也出，我跟我兄弟轮流上，看谁敢来偷我们村。既然巡卫队的人手已经定下来了，那每晚就分成2组，前半夜和后半夜交替巡视，重点盯着村口和后山的小路。为了不让大家白白出力，但凡参与巡逻的壮实力，我每天私人额外补贴半碗野菜糊糊，算是给大伙补充体力。悠悠丫头，你这安排的太周到了，有了你这补贴，大伙巡逻肯定更有干劲儿。不错不错，那这巡卫队的规矩就先这么定了。规矩是定下，可昨晚张家媳妇丢粮的事儿，总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口。悠悠，你昨天说那贼对咱村了如指掌，你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猜测？昨晚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咱们长乐村3面环山，只有东面一条大路通往镇上。那贼没有从最外围的我家下手，而是直奔中间的张大娘家，这说明2点：第一，这贼绝不是漫无目的的流民，而是有预谋的；第二，他敢进村，必然是平时经常来咱们村走动，或者是对周围几个村子都很熟悉的人。咱们周围也就3个村子，北边的上河村，南边的下河村，还有西边隔着一座山的黑风寨村。问题就出在这里，上河村和咱们村隔着一条大河，平时来往不多。下河村虽然近，但他们村前阵子刚组织了一次集体去镇上换粮，眼下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至于冒险来偷那一点点糙米。唯一有可能的，就是西边的黑风寨村。要是黑风寨的人干的，那事情可就麻烦了。他们一向抱团，咱们要是不小心惹了他们，恐怕会遭报复啊！正因为他们不讲理，咱们才更要防备。村长，您最好嘱咐下去，最近这段时间尽量减少和黑风寨的人来往，尤其是那些家里有余粮的，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显摆。在荒野，粮食就是命，别人眼红咱们就得比他们更狠、更警惕。巡卫队今晚就开始训练，遇到黑风寨的人在村边鬼鬼祟祟，直接乱棍打出去，绝不能给他们留任何可乘之机。你们是不知道，我小妹不仅长得水灵，那脑子转的更是比镇上的账房老师还快。我们村的巡战队就是她想出来的，而且她做的那菌子菜香的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林兄，你这天天把小妹挂在嘴边，这耳朵都快被你磨出茧子了。照你这么说，你小妹简直是天仙下凡了。
听林兄这几日的描述，令妹不仅聪慧过人，且胸有受贺，能在荒年带领全村自保，确实令人心生敬佩。不知令妹平日里读的什么书，竟有如此见识？读书？他以前可不怎么看书，这就是天生的聪明。二哥，哎呦，说曹操，曹操到，我小妹给我送口粮来了。这小子，大伙儿看好了，这就是我天天跟你们提的我小妹林幽。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家小妹，虽然以前没见过，但在你二哥嘴里，咱们早就如雷贯耳了。今日一见，这气度模样，果然名不虚传。哎，看看就行了啊！我可警告你们，少给我起什么别的心思。你们几个现在就给我当面保证，绝对不打我小妹的主意。林兄，你这也太护短了吧！二哥，你在这胡说八道些什么呢？也不怕同窗们笑话，赶紧闭嘴吧。在下叶远，与林兄是同窗，林姑娘莫怪，林兄也是护妹心切，全权爱护之心令人厌恶。身姿挺拔，眉眼清朗，气质温润端方，说话如沐春风。这长相，这身段，简直完美契合了我心目中那些光风飓月、温文尔雅的古代书生形象。木薯，这么大一串，这可是耐旱、产量又高的高能量淀粉炸弹啊！在这连树皮都没得啃的荒年，这简直就是神仙救命粮！悠悠，快扔了！这是咬人根，以前村里有人饿极了煮着吃，吃完就口吐白沫，浑身抽搐，差点没命。这东西毒性大得很，吃不得呀。是啊，悠悠，这荒山野岭的毒物多，咱们还是挖点稳妥的野菜吧。娘，爹，你们忘了前些日子我挖那些红伞伞、白干干的菌子时，你们也是这么说的。爹，今天早上出门前是谁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多挖点那有毒的菌子回家炖鸡汤的？那菌子被你一弄，确实香得很，连大夫都说吃了没事儿。所以啊，这东西确实有毒，但只要处理得当，把毒素泡出去，它就是顶饿管饱的好粮食。信我准没错。小姨，你手艺也太好了，这有毒的东西都能做得这么好吃。悠悠啊，大娘把今天的野菜送来了。悠悠，大娘今天在深山里运气好，刨到了这个。大娘知道这东西金贵，特意拿来给你。要不是你心善，天天拿糙蜜换我的草根，我们全家早饿死了。这是大娘的一点心意。这人参在系统商城绝对能换一大笔积分，张大娘家里都揭不开锅了，却还能忍住不拿去镇上换钱，而是送来报答我。除了个别几颗老鼠屎，这村里的大部分人心都是肉长的，知恩图报。大娘，您的心意我领了，但这人参您自己留着，去镇上换点细粮，野菜换米，咱们是公平交易，不用谢。大娘，您先尝尝这个解解渴。老天爷，这是什么精细粮食？又甜又软糯，这一口下肚，大娘这胃里瞬间就觉得饱食了。悠悠，你这手也太巧太机灵了。木薯耐旱，漫山遍野都是，产量大，能量高，饱腹感极强。如果我把去毒和处理的法子交给全村人，那大家就都不用饿肚子了。全村人去后山集合，林幽有要事相传。拿着鸡毛当令箭，他林幽算个什么东西？还让我们全村去听他训话，能放出什么好屁来？不用理会，这群在地里刨食的渔民就是容易被煽动。林幽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妇，能说什么有用的话？去听他说话，简直是浪费我这读书人的时间。就是，咱们就在家待着，看那小贱人能折腾出什么花样来。各位叔伯婶娘，今天把大家叫来，是为了给大家指一条活路。
这漫山遍野长着的，都能当粮食吃。咬人根，那是咬人根啊！油丫头，你这是安的什么心？大旱刚开始那会儿，村东头老李家饿极了，拔了这咬人根煮着吃，一家3口口吐白沫，浑身抽搐，不到半个时辰就全死了。你让我们吃这毒药，真是胡闹！我还当有什么大好事儿，这不是拿咱们的命开玩笑吗？散了，大家赶紧走！都给我站住！这东西确实有毒，那是你们以前不知道怎么处理。大家睁大眼睛看着，我吃下去了，有毒吗？没毒，真的没毒，而且又软又糯，这一口吃下去，胃里立马就不空了，比那野菜树皮顶饱100倍啊！老天爷啊，真的是粮食，咱们长乐村不用全饿死了。悠悠，这咬人根到底是怎么弄才没毒的？你快教教大家伙吧！处理方法我可以毫无保留地交给全村，但是这去毒的步骤繁琐，要是你们中间漏掉一步，或者心急少泡了1个时辰，吃下去中了毒，我概不负责。大家看好了，挖木薯的时候不要只拽叶子，要顺着根部的泥土往下挖，尽量保持块茎的完整。关键是去毒，木薯拿回家后，必须先削去这层褐色的外皮，还要去除木薯心，然后切成小块，放在清水里浸泡。记住，至少要泡足3天3夜，期间每天必须换2次水，1次都不能少。泡完之后，不管你们是煮着吃还是蒸着吃，一定要彻底煮熟煮透，锅里要翻斗冒大泡才行。只要严格按照这个法子做，我保证大家吃得饱还不出事。泡3天，换水2次。悠悠，你放心，这可是要命的事儿，大家伙绝对不敢马虎。悠悠丫头，你今天不仅是救了咱们长乐村，这是救了无数条人命啊！我代表全村老小谢你的大恩大德。悠丫头，以后你就是咱们村的大恩人，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大叔上刀山下火海都给你办了。谢谢悠悠，谢谢悠悠。在现代，我一个人孤军奋战，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搞钱，怎么自己过好日子。但现在看到这些人因为我一点知识就能在绝境中活下去，这种在保全自己的前提下能切实帮助到别人，被人真心敬改的感觉，原来这么好。行了，大家别客气了，时间不早了，都赶紧去挖木薯吧。咱们长乐村的人一个都不能饿死。在这个异世，好像活得也挺有意思的。爹娘，小妹，快出来看看谁来了！这是我在书院最好的兄弟叶远，人家家里可是耕读世家，前些年已经考取了秀才功名呢。叶兄家离书院太远，以前休务的日子，他都一个人挤在校舍里看书。我寻思着，书院里就属我们俩关系最铁，今天就把他硬拉回来，咱们家也沾沾秀才老爷的文气，让他好好歇息休息。哎呦，原来是秀才老爷，快屋里坐，家里破旧，实在怠慢了。伯父伯母客气了，叫我叶远便是。我今天不过是被林兄半路拐回来的小工，家里有什么劈柴挑水、搬搬抬抬的活计，尽管交给我来做。使不得，你这拿笔杆子的手哪能干咱们这种泥腿子的粗活？小山悠悠，你们俩赶紧的带叶公子去后山转转，看看咱们这儿的景致，别让公子在院子里闷着。得嘞，叶兄，走，带你去见识见识我们后山。哎呀，我这记性，出门光顾着说话，居然把背篓给忘在院子里了。待会儿看到好东西拿什么装啊？小妹叶兄，你们俩就在这附近转悠转悠，千万别往深处走，小心有野猪咬人。我回去拿个背篓，去就回。叶公子，我二哥在书院里读书的时候，也是这般冒冒失失、风风火火的性格吗？林姑娘误会了，林兄在学堂里做学问时十分稳重，平日里开朗仗义，更是个靠谱之人，深得同窗们的信任。想来人只有在最亲近、最信任的家人身边，才会卸下所有防备，显露出这般毫不伪装的真实性吧。也是。对了，叶公子，你们在书院里每天都学些什么？先生严不严厉？是不是每天都要背那些长篇大论的文章？先生虽然严厉，但学问极深。我们每日清晨诵读经史子集，
午后练习破题、做文章，偶尔也会有同窗聚在一起煮茶论辩天下大事，倒也不算枯燥。这位林姑娘当真与众不同。寻常村里的姑娘，哪怕是镇上的大家闺秀，见了生人总是怯怯懦懦，她却落落大方，言辞伶俐活泼。我回来了，你们俩刚才聊什么呢？隔着老远就听见你们的笑声了。能聊什么？我们当然是在偷偷说二哥你的坏话啦，说你笨手笨脚，连个背篓都能忘。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好啊，我辛辛苦苦跑回去拿背篓，你居然敢在叶兄面前败坏我的名声，看我今天不揪你的耳朵！瞎了眼的小兔崽子，满大街瞎跑什么？也不怕被外村的开华子拐麦子换粮食？真是邪了门了！这大荒年的，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了。你们倒好，一个个闲的在这晒太阳唠嗑，难道你们天天都能吃饱饭不成？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大家当然都能吃饱饭了。孙家嫂子，瞧你这面黄肌瘦的样子，难道你们孙家吃不饱？呸！你少在这给我吹牛皮！荒年地主家都得勒紧裤腰带，你们能吃饱？你要是真能天天吃饱饭，老娘今天就去把你家茅坑填干净！孙家嫂子，你是不是没去前几天优丫头在后山上开的那个全村大会啊？哼，我当然没去。林优那个大字不识一个的蠢村妇，能放出什么好屁来？去那么远的地方吹冷风，我还得多塞2把糙米才能补回来呢。我才没那么傻。你不傻，我看全村就属你们孙家最没远见。你还不知道吧？悠悠丫头在山上可是手把手教了咱们怎么把漫山遍野的咬人根去毒变成能填饱肚子粮食。咱们现在家家户户都有木薯吃。你们还不知道吧？前阵的孙耀祖去林家接林优，结果被林优当众戳穿了他靠女人吃软饭的老底。不仅没把人接回去，还被迫写了张大欠条。可不是嘛！林优那么能干、心眼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孙家这帮没脑子的，硬生生把这么一棵活生生的摇钱树给得罪死了，真是活该他们家天天喝西风。你说什么？林优给你们找了能吃的新粮食，漫山遍野的咬人根能吃？不然你以为大家这几天为什么力气这么大？也就是你自作聪明没去听，现在最外层的木薯都快被咱们全村人挖光了。你呀，真是亏大了，就在家等着饿死吧。能吃的粮食，漫山遍野的粮食，我们孙家没去，亏大了，亏大了。你们这2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都怪你们！要不是你们一天到晚自命清高，非要把林家那小贱人得罪死，咱们家现在至于连口饭都吃不上吗？娘，你又发什么疯？谁惹你了？谁惹我了？全村人都在看咱们孙家的笑话。林优那死丫头前几天在山上开会，教全村人把漫山遍野的咬人根去了毒当粮食吃，现在家家户户都吃得动员，就咱们家还在这挨饿。我当是什么大事？不就是个去毒的法子吗？既然全村人都知道了，你随便找个关系好点的同村人问问不就行了？犯得着在这撒泼吗？你以为我没问吗？我刚落下脸去问村东头的李婶，她眼珠子一转，就开始跟我打哈哈扯闲篇，死活就是不说最关键的步骤。我难道是个瞎子，看不出来人家是在防贼一样防着我吗？他们就是怕咱们家知道了法子，去山上跟他们抢那点能活命的口粮。岂有此理！这群在地里刨食的渔民，简直是欺人太甚！堂堂读书人，他们竟敢如此防备我，简直是寡廉鲜耻！你还在这摆你那臭书生的谱！要不是你无能，连个对你死心塌地的女人都哄不回来，还被人家当众逼着写下欠条，翻空了咱们家的奸底，咱们至于受这群泥腿们的气吗？你怪我？当初是谁得意洋洋地说不用花1分钱聘礼就能白得个媳妇？是谁说他蠢笨好拿捏，把他当免费长工使唤？现在出事了，你全推到我头上！都给我闭嘴！要不是你们俩平时在村里作威作福，到处得罪人，别人至于连个驱毒的法子都不肯教吗？你个老不死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那林家来要账的时候，你是怎么躲在后面连个屁都不敢放的？在中央组发人！孙兄慢走啊！
下次再想教训人，先掂量掂量自己肚子里有几两墨水，别又被我这个泥腿子给问得哑口无言。林兄今日气势如虹，看来又在口舌上胜过那孙耀祖了。那是，对付那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就得专门戳他的肺管子。看他那副吃瘪的样子，我今天能多吃2碗大米饭。说来，令妹那般聪慧伶俐、持家有道，想必在村中很受欢迎。不知是否已有媒人登门定下亲事了？叶兄，这事儿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其实，我小妹以前跟那个孙耀祖有过一段情，甚至都差点……差点什么？他已经与人结亲了。结亲了？我竟慢了一步。插足他人婚姻，绝非君子所为。我饱读诗书，怎能生出这等妄念？可是举世非之而不加嘴。若是他所托非人，君子应当迎难而上，将他救出泥潭。没结亲。我小妹后来突然开了窍，回头是岸了。她彻底看清了孙耀祖那吸血鬼的真面目，当着全村人的面把他给踹了，连欠条都逼着他写了。所以我这么看不惯的姓孙。没结亲就好，刚才心神大乱，甚至生出夺人妻子的念头。叶远啊叶远，你真是枉读了这么多年圣贤书。叶兄，你刚才紧张的连书都要捏碎了，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对我小妹有意思？林兄，你我情同手足，既然是兄弟，你的妹妹自然就是我的妹妹。妹妹以前受了恶人的蒙骗，我作为兄长，听闻此事自然心中愤慨。林兄放心，以后在学堂，我定会与你同仇敌忾。那孙耀祖若是再敢挑衅，我绝不轻饶他。叶兄，你真是我的好兄弟，我李小山没看错人，你这朋友，我交的值。先只做兄弟，来日方长。村长，这几日村里的状况越来越糟了，好几户人家的米缸已经见底儿，连野菜都挖不到多少，只能靠喝水吊着命。你看，咱们要不要再趁夜去周围角子借一点？现在这大荒年，境内那几个穷村子本来就没几粒余粮，就算咱们得手了，抢回来的那点东西还不够全村人塞牙缝的。而且那些稍微有点粮的，哪个不是把粮袋子绑在裤腰带上，戒备森严？村长，咱们干脆去长乐村干一票大的。他们村背靠那座大山，靠山吃山，眼下这10里8乡，想来就属他们过得最宽裕。只要能进去搜刮一圈，绝对够咱们村吃上大半个月的。你当我是瞎子吗？我能不知道长乐村富裕？可自从上次张家那点糙米被顺走后，长乐村那帮人就跟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他们村那小丫头片子搞出个什么巡战队，每天晚上都有一群壮明里拿着棍棒在村里来回巡逻，防贼防得跟铁桶一样，那是咱们能轻易对付的吗？村长，这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他们那巡逻队就算是铁打的，也总有打盹换班的时候吧。实在不行，咱们就先派几个腿脚糜烂、面生的人去长乐村附近悄悄打探情况。只要摸清了他们巡逻的路线和交接班的时间点，总能找到空子钻。到时候咱们带上家伙事，直奔他们村几户最富的，抢完就跑。行，这主意不错。富贵险中求，为了让咱们村不饿死，只能借长乐村的命用用了。狗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一定要把底线给我摸清了。这位姑娘请留步，在下是来长乐村探亲的，不知这村东头的李家该怎么走？顺着这条大路一直往前走，看到一棵大槐树后左拐，第3家就是了。多谢姑娘指路。看姑娘这般清秀水灵，想必在村里也是很受欢迎的吧？我刚才进村看见大白天也有几个壮汉拿着棍子在晃晃。你们村这治安可真严啊！这大白天的都这么多人，那晚上的巡卫队岂不是要把整个村子都围起来了？凤叔，探亲的人会这么关心村里的巡卫队？想套我的话，没门儿！哎呀，哪有那么严？那都是做样子的。我们村的巡卫队啊，就前半夜在村口随便转2圈，后半夜大家都困得不行，全回家睡觉去了。特别是村子西边那片，根本就没人管，连条狗都没有。原来如此啊！那姑娘啊，你们晚上可得锁好门窗啊！多谢姑娘，我先去探亲了。这位秀才相公，打扰了，我们是外村来探亲的，迷了路。我乃读书人，不知村中所事，你们去问那些无知的村民吧。不过是个粗鄙的村妇，也想勾引我这前途无量的读书人。
秀才相公，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其实是想打听打听你们村晚上巡卫队的情况。只要相公肯行个方便，透露一二，事成之后，那些抢来的细粮白面绝对少不了相公您的一份。分细粮白面，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反正被抢的也是村里那帮渔民，与我何干？更何况林家那个该死的莽汉也在巡账队里。若是他们被贼人打个半死，我们村的巡卫队每晚子时会在村井旁交接班，那是当防备最实的时候。而且林家院子紧挨着后山，他们家最近不仅吃得好，还有一整个成年男劳力不在家。你们若是去了，绝不会空手而回。大哥，这趟真是没白来。那孙秀才说的没错，这林家院子里居然还存着半山腊肉，咱们赶紧撤！急什么？再让我去他们里屋翻翻，说不定还有铜板呢。别贪心了，得到的消息说了，现在马上就是巡卫队子时交接班的时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什么人敢来我们长乐村撒野？抓贼呀！大哥，你们先别管我，快把这几个贼人捆结实了，连夜扭送到村长那里去，绝不能让他们跑了。好，尤美女，大山兄弟就交给你了。小妹，不用白费力气了。大哥知道我这伤活不长了。你胡说什么？有我在，你死不了。小妹，你听大哥说，大哥这一走，爹娘就全靠你和小山了。大嫂跟了我这么多年，没享过一天福。你帮大哥照顾好他和兰兰，别让他们被人欺负。大哥，大哥不能再保护你了。闭嘴！你在这交代什么遗言？我林幽说你死不了，阎王爷来了也带不走你。来不及了，伤口太深，失血过多，再不用灵泉水，大哥就真的没命了。不管了，救命要紧。小妹，你怎么能凭空变出神水？你是不是被天上的哪位神仙点化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是神仙下凡来救咱们家的？大哥，其实完了，这下彻底暴露了。就算大哥憨厚老实，绝对不会出卖我。可这种起死回生的妖术，他会不会觉得我是妖怪附体？更何况我本来就不是他那个原装的妹妹，这可怎么解释啊？尤丫头，贼人已经捆在村长院子里了。大山兄弟怎么样了？撑得住吗？没事，还好刀口偏了，没伤到要害，血已经止住了。谢天谢地，大山兄弟真是福大命大。来，大山兄弟，我扶你起来，咱们赶紧回屋躺着休息。宿主林幽，你好。系统，你居然会主动跟我说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会穿越到这个倒霉村的地方？还有我大哥刚才看到我凭空变水，我明天该怎么跟他解释？检测到宿主面临身份暴露危机，特此开启潜意识梦境答疑。宿主不必惊慌，你与这具身体的原主本就是平行世界中灵魂波段完全一致的同位体。同位体？是的，在你被年会香槟塔砸中身亡的同一时刻，原主也被推倒撞击铁农具身亡，双重死亡触发了平行时空的磁场共振，导致你们二人的灵魂发生了互换。你是说，我不仅占了他的身体，他也占了我的身体？那我的接受值怎么解释？随身灵泉空间与积分商城，是因灵魂跨越时空并障时产生的巨大能量凝结而成，作为对你在这艰苦荒年求生的补偿。补偿？行吧，我认了。那原主呢？那个恋爱脑加大作精，顶着我那天天熬夜爆肝的社畜身体，在现在岂不是要把我的生活全毁了？宿主请看。这个方案烂透了，给我重做。今天做不出来，谁也不许下班。
拼死拼活当个社畜，他一过去，那骄纵不讲理的大小姐脾气反而变成了霸道女王，不仅事业有成，还成了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万人迷。原主在现代世界适应良好，各项身体与事业指标均达到巅峰。合着他在那边吃香喝乐，受万人追捧，我跑到这穷乡僻壤，天天挖草根斗极品，这补偿给我的系统怎么看都是我亏了。算了，既然木已成舟，他在现代替我活出了人样，那我也只能在这个世界替他护好这帮对他掏心掏肺的家人了。看来大哥昨晚没忍住，把灵泉水的事全说了。一家人这副想问又不敢问，既害怕又想亲近的纠结模样，看得我心里也不好受。爹娘、大哥大嫂、二哥，你们先别忙了，等手里的活停一下，我有件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坦白。大哥昨晚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那我就不瞒你们了。没错，你们猜得对，我确实不是原来那个林幽。我来自一个几千年后的世界，那里叫现代。在那个世界，我不仅不认识你们，而且我还是一个公司里掌管几百人的总经理。小妹，不，那总经理是个啥官职啊？大嫂不用改口，总经理不是官，就相当于咱们这儿大商行里管事的大掌柜，负责带着手下的人做买卖赚钱。大掌柜管几百号人，难怪你带着咱们全村人挖草根搞巡卫队，说话做事一套一套的，原来是个有大本事的厉害人物啊！厉害什么呀？我在那边天天熬夜干活，连轴转。就在你们原来的小妹被人踹倒撞到头的那天，我也在忙着干活，结果一个2米高的玻璃架子突然倒塌，直接砸在了我头上。等我再睁开眼，就已经在这具身体里了。我的老天爷呀！2米高的架子砸下来，那得流多少血呀！你这孩子，当时肯定疼坏了吧？不疼，娘一点都不疼。我当时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们明明知道我已经不是他们的亲妹妹、亲闺女了，却还是对我这么好。可是他们越是这样，我心里就越是不安。他们真的能接受一个占据了他们亲人身体的孤魂野鬼吗？小妹，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原来的那个妹妹，她现在人在哪儿？她是不是去了你那个世界？简单来说，我和她其实是处在2个不同世界里的同一个人，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因为我们在同一时间、同一刻遭遇了致命的意外，2个世界发生了一种奇妙的共振，导致我们的灵魂互换了位置。同一个人，灵魂互换，这简直比神仙的话还难懂啊！大山、小山，你们就这么想，就好像这世上有2棵长得一模一样的树，只是种在了不同的山头上，突然起了一阵妖风，把这2棵树的树魂给吹得换了个位置。现在的悠悠就是那棵换了魂的树。爹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原来的那个悠悠，在你的那个世界里，她过得好吗？有没有受苦？娘，您把心放回肚子里吧。她在那边过得好极了，她现在可是顶替了我的位置，成了一个大商行的最高掌柜。出门坐的是4个轮子跑得飞快，不用牛马拉的铁车，住的是比镇上老爷家还要大还要豪华的琉璃房子。而且她手底下管着几百号人，只要她一皱眉头，所有人都得乖乖听她的话。过得好，过得好就行。只要她在那边不挨饿受冻，有人伺候，过得舒坦，娘这心里啊就踏实了。是啊，血浓于水。就算我帮他们要回了粮食，救了大哥的命，带着他们过上了好日子，可在娘的心里，最牵挂、最在意的，终究还是她10月怀胎生下来的那个亲生女儿。我到底只是个外人。好孩子，真是委屈你了啊！你在你那个世界是个管着几百号人的大掌柜，过着不用风吹日晒的好日子，结果稀里糊涂被弄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连顿饱饭都吃不上，还要跟着我们上山跑土，替我们出头要账，甚至还不顾性命的救你大哥。你这孩子吃了太多的苦了呀！娘，你既然都知道我不是你原来的女儿了，你为什么还要心疼我？为什么还对我这么好？傻丫头，娘虽然没念过书，对那个什么平行世界一知半解，但娘刚才听懂了一件事。不管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那个悠悠，还是现在站在我面前带着我们全家活命的这个悠悠，你们虽然换了身子，但在娘心里，你们都是娘的亲闺女。更何况你这么聪明，这么能干，还处处护着咱们这个家。就算退1万步讲，
你跟咱们没有半点血缘关系，娘也早就把你当成亲生骨肉看待了。你娘说的对，你救了你大哥的命，带着全村人找活路，在爹心里，你就是咱们老林家的主心骨，是爹的亲闺女。小妹，你教我念书，还替我出气，管你是哪来的，你这辈子都是我林小山的亲妹妹，谁敢欺负你，我跟他拼命！小妹，大哥这条命都是你的，你就是我们林家的人。小妹，大嫂以前不懂事，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永远不分开。小姨别哭，无论如何，你永远都是我小姨。爹娘，大哥大嫂二哥来了，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辈子都是一家人。那个，我都多大的人了，还哭得稀里哗啦的，让你们看笑话了。小姨，你刚才说你那个世界叫现代，那现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是不是大家都顿顿吃白面馒头？白面馒头算什么？在我们现代，大家住的房子是用钢铁和琉璃建成的，能有几十层、上百层那么高，直直的插进云彩里。上百层？那人住那么高，不得顺着梯子爬断腿啊？不用爬梯子，有一种叫电梯的铁箱子，人站进去，嗖的一下就到顶了。那出行靠啥？也用牛车吗？天上飞着巨大的铁鸟，肚子里能装几百个人，几个时辰就能飞出几千里。地上跑着4个轮子的铁车，不用牛马去拉，跑得比一阵风还快。大家手里还拿着一个发光的方块，隔着10万8千里，不仅能说话，还能看到对方的脸呢。铁鸟在天上飞，10万8千里能看见脸，这简直是天庭里的神仙日子啊！爹娘，更神奇的还在后面呢。既然你们连我的来历都能接受，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老天爷补偿了我2个金手指。大哥，这就是你昨晚见过的那个，这叫灵泉空间，里面的水能治百病，快速愈合伤口，就是这水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对，昨晚小妹就是凭空变出了这个水，我胸口那么深的道口，一眨眼就会长好了。这第2个金手指叫小卖铺，你们之前吃的白面、糙美，还有我炖的野鸡，全都是我用后山上挖来的杂草野果，跟这个小卖铺换来的。小妹，只要有杂草，你这小卖铺里什么都能换。没错，只要积分够，米面粮油治病的良药应有尽有。悠悠，这块地翻得差不多了，你看看行不行？爹，大哥，辛苦你们了。这地方背风向阳，外面还有树丛挡着，村里人绝对发现不了。释放灵泉水。老天爷啊！不管看几次，小妹这手段都跟戏文里的神仙一模一样。大哥，这灵泉水太浓，直接浇下去，恐怕作物会承受不住疯长，反而惹人怀疑。以后每天清晨和傍晚，你们就从这缸里舀出1瓢灵泉水，兑上10桶山泉水，稀释之后再用来灌溉咱们种下的种子。小妹你放心，这可是咱们家的宝贝，我和爹保证，每天按时兑水浇地，绝不让外人察觉出一丝不对劲。有了这神水，咱们种下的东西一定能长得又快又好。这荒年里，咱们老林家是真的有活路了。才短短10几天，这萝卜长得比我大腿还粗。是啊，这稻子沉的都快把杆子压断了，这要在往年，起码得种上大半年啊！爹娘，大哥大嫂，趁着天还没亮，咱们赶紧收，把好东西全搬回去。大哥大嫂，这些东西不能在村里露面，正好2哥在学堂的纸笔快用完了，今天咱们就以去镇上给他送东西为借口，把这些粮菜运去镇上卖了换钱。小妹，借口是好，可这么多东西，目标太大，咱们就算用牛车拉，一出村口肯定会被全村人盯上，到时候怎么解释？是啊，荒年里别人连树皮都吃不上，咱们拉着这么多水灵灵的菜，还不得被恶风的流棉给抢了？大哥大嫂，你们是不是忘了我还有一个金手指？全部收入空间仓库。这就全没了！老天，小妹，你这仙家法宝也太好使了吧！走吧，大哥大嫂，咱们现在可是2手空空，就背个空竹胖去镇上，就算遇见村里人，谁能想到咱们身上带着几千斤的粮食？大哥大嫂，你们在这守着巷口，我把东西放出来。小妹，真把这些卖给粮铺，他们会不会压价？放心，现在这世道，有粮的就是大爷，他敢压价，我转头就卖给城里的富户，多的是人抢。掌柜的，你看清楚了，我可不是来要饭的。
白花花的大米。这位姑娘，哦不，这位姑奶奶，您这批货我陈记全包了，您开个价。大米50文一斤，蔬菜30文一斤，不还价。这价格比平时贵了5倍啊！嫌贵？行，大哥大嫂，咱把东西搬走，去隔壁李记问问。别，我买，我全买。姑奶奶，你可千万别走。大哥大嫂，整整50两银子。50两，我林大山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小妹，咱们家终于熬出头了，这才哪到哪？走，咱们去给二哥买上好的纸笔，再买几斤肉，回家吃顿好的。大哥，你看这地方怎么样？虽然不当街，但酒香不怕巷子深。咱们卖的是独一份的救命粮，不怕没人来。地方是好，可这铺面看着不小，租金怕是不便宜吧？咱们刚赚的那点银子，哎，两位看铺子看也没用，这荒年谁还有闲钱做买卖？我这铺子挂了3个月都没盘出去，准备关门回乡下老家了。老板，既然你急着回乡，这铺子空着也是落灰，不如这样，我出20两银子，连铺带后面的小院，我盘下来了。20两，姑娘，你打劫啊！我这铺子在封面少说也能卖80两，最少50两，少1文不卖。你也说了那是丰年，现在城里饿死的人天天往外抬，你这铺子除了能遮风挡雨，还能当饭吃不成？大哥，咱们走，去前面看看。我刚才瞧见街角那个铁匠铺也关门了，位置比这儿还好。哎，姑娘留步，30两，不能再低了，好歹给我留点回乡买粮的钱啊。25两，这是我的底线。你现在拿着这现银，还能去陈记粮铺买到糙米。要是再犹豫，等过几天粮价再涨，你连回乡的盘缠都换不到。成交，25两就25两。遇到你这丫头，算我倒霉，我这就进去拿地契。咱们老林家几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泥腿子，现在居然在镇上有了自己的铺面。老天爷保佑，悠悠啊，你这铺子卖的也太大了。可是咱们盘下这铺子到底要卖什么啊？是啊，小妹，铺子租金那么贵，要是生意不好，咱们那点底子可就全赔进去了。爹娘大嫂，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咱们这铺子就叫林记杂货铺。前期咱们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不卖，就只卖一样东西，咱们后山隐蔽地里用灵泉水浇灌出来的水灵灵的蔬菜和粮食。只卖凉菜，镇上粮铺可不少，人家能来咱们这偏僻铺子买吗？爹，现在这大荒年，别人家的菜干瘪发黄，咱们的菜翠绿欲滴；别人的米掺沙子，咱们的米粒饱满。只要咱们把招牌打出去，那些城里的富户老爷绝对会抢破头。这倒是，咱们的菜味道确实是独一份。卖菜只是权宜之计，等咱们攒够了本钱，我打算在铺子里卖肥皂、香水这些稀罕玩意儿。肥皂那是啥东西？能吃吗？大嫂，那不是吃的，是用来洗澡洗衣服的，能把黑泥洗得白白净净，还带着花香。镇上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夫人肯定愿意花大价钱买。好，悠悠，爹听不懂那些新鲜词，但爹知道你是个有大本事的。这铺子既然盘下来了，全家都听你指挥，咱们林家这回是真的要改头换面了。乖乖，这大寒天的，他们上哪弄来这么水灵的青菜？看着比城主家后院种的还要新鲜。就是，我可听说了，那陈记粮铺前几天卖过一批好菜，据说就是从这家拿的货，那价格贵的离谱，咱们买不起。今天他们自己开店，说不定能便宜点。各位街坊邻里，林记杂货铺今日开张，本店的凉菜绝无缺斤少两，保证新鲜，大家随便挑随便看。这菜叶子都能掐出水来。老板娘，这青菜怎么卖？这是咱们自家独门手艺种出来的，30文一斤，虽然不便宜，但您在这镇上转一圈，绝对找不出第二家这品质的。30文就30文，给我来2斤。这年头能有口新鲜绿叶子吃就不错了。这位大婶，萝卜3斤2两，算您3斤半，一共85文，您收好。老板娘，这米再便宜5文行不行？家里孩子都饿得皮包骨了。大婶儿，真是不好意思，这价钱是定好的。不过看您不容易，这几片散落的菜叶子我就白送您，添个菜。手脚放干净点，再敢乱伸手，老子把你爪子绝折了！大爷饶命，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大嫂这算术越来越溜了，人情世故也处理得当。大哥这块头往这一站，那些地痞流氓连个屁都不敢放。有他们俩在铺子里盯着，这治安和进账绝对没问题。等过阵子生意稳定了，我就可以把铺子完全交给大哥大嫂打理。到时候我就能腾出手来，专心去研究系统商城里的肥皂和香水配方。林姑娘过谦了，能在荒年开启这等铺子，不仅需要胆识，更需要惊人的能力。林兄此前就常夸赞你，
今日一见，在下才知林兄所言非虚。再快我都要找个地缝钻进去了。来，尝尝咱们自家种的果子，解解渴。林姑娘，铺子里客人如此多，大嫂和大哥似乎有些忙不过来，不如在下留下来帮忙打个下手。那怎么行？你是读书人，是二哥的朋友，怎么能让你在铺子里干这种粗活？这绝对不合适。林姑娘此言差矣。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下虽是读书人，但也需体察民情，了解这市井百态，方能在日后写出经世所用之文章。所以林姑娘就全当是帮在下一个忙，给我这个体验市井生活的机会吧。好吧，好吧，说不过你这书生，那你就帮我把那些白萝卜搬到外面的货架上吧。这叶远虽然是个考上秀才的读书人，却一点也没有文人的酸福气和架子，干起活来脚踏实地，温文尔雅，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做派。跟满脑子算计、靠女人吃软饭的孙耀祖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算跟我二哥那个风风火火的莽撞性子比，他也沉稳靠谱多了。叶公子，擦擦汗吧，你这干起活来倒是比我二哥还要利索几分呢。能帮上林姑娘的忙，是在下的荣幸。你们听说了没？林家在镇上开的那个杂货铺，生意简直火得要命。听说每天一开门，那些镇上的老爷太太们就抢着去买他们家的水灵青菜。我昨天去镇上远远瞅了一眼，好家伙，门槛都快被踏中了。难怪尤丫头又是给咱们张罗木薯去毒的法子，又是舍得掏出大把的糙米雇张家大娘去挖野菜。原来人家尤丫头早就在外面跑通了门路，把铺子都盘下来了。这脑子，这手段，咱们村那些大老爷们儿全绑一块也比不上他一根手指头。咱们也不眼红，人家尤丫头自己发了财，还没忘了顺手拉拔咱们全村人一把。要不是他，咱们现在哪有这白胖胖的木薯吃？可不是嘛，这也就是咱们长乐村命好，出了个林幽。你们是不知道隔壁黑风寨那个偷粮村现在的惨状。黑风寨怎么了？我昨儿个听隔壁村的亲戚说，黑风寨那边粮荒的厉害，大白天的都有人为了一点树皮闹得不可开交，连老弱病残手里那点糊糊都有人惦记。老天爷呀，大白天就明抢，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幸亏尤丫头当时硬逼着咱们组建了巡万队，把咱们村守得跟铁桶一样。要是让黑风寨那帮饿疯了的亡命徒摸进来，咱们村指不定也得见血出人命。吵什么吵？几只乌鸦在墙根底下呱呱叫个没完，还要不要人休息了？哎呦，我当是谁这大白天的还在睡觉呢，原来是孙家嫂子。哼，休息？我看你是家里米缸空的，连耗子都不光劳了，饿得没有力气下地走路，只能躺在炕上挺尸吧。你胡来了什么？我们孙家可是读书人家，岂是你们这群泥腿子能编排的？少拿读书人来压我们！你在这跳脚骂街，不就是听见我们夸林幽，你心里发酸嫉妒吗？就是，人家尤丫头现在在镇上当大掌柜，一天赚的银子比你们孙家10年见过的都多。你嫉妒人家有本事，嫉妒大家伙现在天天吃得饱肚子。谁让你们孙家眼瞎，把这么大一个活生的摇钱树给硬生生逼走了？现在好了，人家吃香喝辣，你们一家3口只能缩在破屋子里闻味儿，活该！你们这群落井下石的刁民！嘿，什么东西？走，咱们去大槐树下接着聊，别在这儿沾了这倒霉人家的晦气。走。呸！一群没见过世面的泥腿子，有点吃的就跟狗见了骨头一样，就知道捧林幽那个小贱人的臭脚。娘不必跟那群渔民置气，过不了几日，林幽那个贱妇就再也得意不起。耀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背地里使了什么手段？爹，儿子在学堂结交的那些同窗，可不是林小山那种只配在泥地里打滚的废物。前几日，我经过一位同窗的引荐，搭上了镇上主簿大人的线。看见没？那位就是主管镇上商铺税收核查的主簿大人。只要他在赌桌上玩得尽兴，咱们私下再孝敬点。你想办什么事儿，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儿。林幽他就算铺子开得再大，赚得再多，说到底也不过是个没有根基的平头百姓。自古民不与官斗，我只要请朱捕大人随便找个由头，就能直接查封了他的临记杂货铺。他怎么跟官老爷斗？好一招釜底抽薪。耀祖，你这法子真是又阴又准，一下子就掐住了他们林家的死穴。等他们铺子被封了，看他们还怎么在村里耀武扬威。是，咱们耀祖可是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那脑子转得多快啊！岂是林幽那个蠢货能比的？这招借刀杀人用的真是妙极了。既然爹娘也觉得这计策好，那就赶紧拿钱出来吧。主簿大人的门槛高，想要请他出手，没有10两银子的要警费，这事儿根本办不下来。耀祖啊，你又不是不知道，上次林幽那个讨债鬼带人把家里搜刮得干干净净，咱家现在哪还有什么10两银子啊？妇道人家，眼皮子就是浅。儿子既然有本事搭上主簿大人的线，那是咱们孙家祖坟冒青烟。哼！前几年私藏的那个玉镯子和几块碎银，赶紧全拿出来给耀祖。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林幽那铺子倒了，咱们还怕没银子赚吗？好，我这就去拿，这可是咱们孙家最后的棺材本了。
这笔钱，不信这次翻盘，等林佑倾家荡产跪在地上求我的时候，一定要赚得盆满钵满。主簿大人，您最近可曾听说镇上新开的那家林记杂货铺？哼，怎么没听说？这大荒年的，家家户户都快揭不开锅了。他们家倒好，水灵灵的青菜和白米流水似的往外卖。这几天那门槛都快被镇上的老爷太太们踏破了。粗略算算，他们这短短几天赚的银子，怕是比我在这赌房里泡1年赢的还要多，真是让人眼馋呐！大人说的极是，这块肥肉，别说是您，连我都看着眼馋。不过大人，您眼馋归眼馋，说到底，那林记杂货铺的东家林优，不过就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村姑，是个毫无根基的平头小民罢了。他赚的再多，在您这正儿八经的官老爷面前，那还不是一只随便就能捏死的蚂蚁？只要大人您开了金口想要，他难道还敢不乖乖双手奉上？这白花花的银子，本来就该进大人您的口袋才是。话虽如此，但这林记的货实在紧俏，连县令府上的管家都去采买过。这要是无缘无故的直接硬抢，万一闹出动静传到上面去，我也不好收场啊。大人您多虑了，对付这种升斗小民，哪用得着您亲自去抢？随便找个由头，比如这荒年突然冒出这么多来历不明的粮食，给他们扣个囤积居稀或者勾结山匪的帽子，直接封了铺子。到时候货全归了衙门，也就是归了大人您，这还不是顺理成章、名正言顺的事儿？耀祖啊，我看你小子刚才就胸有成竹的样子，你既然开了这个口，是不是已经想好什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好办法了？哈哈哈哈！好小子，还是你读书人心眼多，手段黑呀！就照你说的办，事成之后，那铺子里的货我分你2成。闲杂人等，统统闪开！衙门办差！滚滚滚，都出去！今天这铺子查验。民不与官斗，先看看这狗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民女林优见过主簿大人，不知大人今日大驾光临，有何贵干？林老板，听说你这林记杂货铺最近可是日进斗金啊！这荒年的，你这小小的铺子，怕是比镇上的钱庄赚的都多吧？不过是街坊邻居捧场，勉强糊口罢了。赚的都是些辛苦的铜板，哪敢跟钱庄比？糊口？你当本官是3岁小孩吗？本官且问你，这10里8乡连树皮都砍光了，你这铺子里每天源源不断的新鲜青菜和白米，到底是从哪条道上运来的？若来历不明，那本官可就要怀疑你勾结山匪，囤积居奇了。大人明鉴，这些都是民女家中早些年囤下的一点种子，加上运气好，在后山找了处隐蔽的史地自己种出来。因为数量有限，也就是每天卖一点贴补家用，绝无任何见不得人的钩子。林优，本官也懒得跟你绕弯子。你一个无依无靠的村妇，这块肥肉你吞不下。只要你现在乖乖在转让契书上画个押，把这铺子和货源全都交到本官名下，否则这牢狱之灾怕是受不住。大人这算什么？青天白日之下，身为朝廷命官，不仅不体恤民情，反而强买强卖，以权谋私，明抢百姓的血汗钱吗？这铺子是我林家盘下来的，想要我拱手相让，绝无可能。就算大人您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不会签那个字。刁妇，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砸！把这囤积聚齐的黑店给我砸个稀巴烂！大哥，别动手，他们是官绅，让他们砸。林优，本官倒要看看你这硬骨头能撑到什么时候。希望以后在牢房里你也能有这份不屈的风骨。咱们走着瞧。我的老天爷啊，这可怎么得了？那可是当官的呀！大和，小善现在还在镇上准备过几天的院娶呢。咱们家得罪了主簿，他会不会在暗地里使绊子，毁了小善的前程啊？娘，你别自己吓自己。主簿不过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院事可是由上面派下来的学政大人亲自主持的，借他10个胆子，他手也伸不到那么长。林大和、林大山，都给本官滚出来！奉县太爷之命，近日连年大旱，河道干涸，为疏通河道、修筑水利，各村按人头强征男丁服徭役。长乐村林家、林大和、林大山，即刻随本官走一趟吧。服徭役，这大荒年的，被抓去服徭役的人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连饭都吃不饱，能活着回来的10不存1。他们竟然用这种卑劣狠毒的方法来报复！哎呀，这修河道的徭役可不好干呢，每天要背几百斤的石头，
在泥水里泡上6、7个时辰，吃的是发馊的杂粮粥。这身子骨要是稍微弱一点，怕是没几天就要被抬去乱葬岗喂野狗了。大河大山你们不能去，去了就没命了。主簿大人好手段，为了抢我的铺子中饱私囊，竟然滥用职权，用这种借口来逼我低头。你这就不怕遭天谴吗？报复你又如何？本官就是为了谋利又如何？谁让你们家就是一群毫无背景、任人踩踏的平民泥腿子？本官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捏住你的死穴，折磨得你们生不如死，你又能拿本官怎样？林幽啊林幽，你要是当初乖乖听我的话，对我百依百顺，何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你要是现在肯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求我，我或许心情一好，还能帮你在主母大人面前求求情，免了你爹的徭役之苦呢。孙妖祖，你做梦！废话少说，给我锁了带走！快放人！大喜事啊！都快把铁链解开！住手！报喜官差刚到学堂，咱们家小山不仅一举考取了秀才功名，还被提学官大人亲自点了本县的林生，每月可领官府的粮食和津贴。主簿大人，按朝廷大明律，秀才李生可免除全家身役。今天我爹和我大哥的徭役，你争不走。苏汉才念了几天书，居然不仅中了秀才，还拿了卢善。在这种荒年能考上前列的，日后秋闱必能高中举人呐！一旦中举便能做官，根本不是我一个小小的主簿能招惹得起的。哎呀呀，原来是小山兄弟中秀才了，而且还是廪生，真是可喜可贺，我们全镇都同有荣光啊！一群没眼力见儿的畜生，还不赶紧把林老伯和林大哥的铁链给退了？这也是你们能绑的？那什么，本官公务在身，既然林家有免役之特权，本官就不打扰了。恭喜林秀才，咱们走。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这个只配在地里刨屎的泥腿子，你总共才念了1年书，你怎么能考上秀才，甚至还成了脸上？我寒窗苦读了整整10年，10年啊！我现在都尚且是个连院士都没摸上门的童生，你这个大字不识的泼皮，凭什么比我强？我一定要去官府举报，你们绝对搞舞弊了！这就叫老天有眼，让你考了10年还是个破童生。就你脑子里那点偷鸡摸狗的兔色，还天天吹嘘自己是文具星，我看你吃狗屎去还差不多。我说孙相公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难道不知道我二哥这就是真正的一窍通百窍通吗？这天赋差距啊，真就像那阴沟里的癞蛤蟆和9天之上的大哺乳。别说你再读10年，就算你看书看到下辈子，你也是被我二哥这泥腿子一脚踩在泥地上吃灰的烂货。老伯，王掌柜，今天请2位来，是想打听点关于咱们那位主簿大人的事。只要消息确实，这银子就是你们的。姑娘，你打听他干什么？那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活阎王啊！咱们这些升斗小民，躲都来不及。老伯别怕，我如今已是林生，那狗官前几天还想强征我爹和大哥去服徭役，这笔账我们林家绝不会善罢甘休。王掌柜，驻部在镇上横行霸道，难道你们就打算这么一直被他欺压下去，直到家破人亡吗？我林幽今天既然敢坐在这里，就是铁了心要扳倒他。好，我说，姑娘，我原本在镇上开了一家布庄，就是因为这狗官看上了我进的一批上好丝绸。他先是让衙役天天去我店里挑刺，说我布料以次充好，接着又强行要我交什么治安税。治安税我不交，你就直接封了我的铺子，把我抓进大牢，打了个半死。最后我娘娘把铺子和那批丝绸全抵给了他，才把我捞出来。我们一家老小现在只能在街头要饭。王掌柜，你当年交铺子和丝绸的时候，可有什么字据或者凭证留下？有。当时他怕落人口实，逼着我签了一份自愿转让的契书，但价格写的是1文钱，这简直就是明抢！我拼死藏了一份副本。很好，这就是铁证。姑娘，老汉我这茶棚虽然破，但就在地下毒房的对面。那主簿大人可是毒房里的常客哦，他经常去赌钱，每逢初1、15，他必去，而且每次进去都是大把大把的撒银子。老汉我亲眼看见过，有一次他输急了眼，直接让人抬了2箱子不知道哪儿搜刮来的官盐进去抵赌债。倒卖官盐，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老伯，赌房里人多嘴杂，他倒卖官盐的事
可还有其他人能作证？有，那赌房里的荷官小李子，前阵子因为知道的太多，差点被主簿派人灭口。老汉我发善心把他藏在了地窖里，只要姑娘能保他一命，他绝对愿意出堂作证。好，人证物证都有了。两位放心，这件事交给我，我定让这鱼肉乡里的狗官连本带利的把吃进去的民脂民劳全吐出来，还要他跪在全镇百姓面前伏法。在下饱读圣贤书，自诩能为民请命，却不知那主簿竟在眼皮底下做出这等鱼肉乡里的下作勾当。更可恨的是，数日前林姑娘与伯父兄长遭遇那般强征姚韵的凶险，在下竟被困书院毫无所觉，让林姑娘独自面对官威。叶某实属无能。叶公子快请起，你天天在学堂温书，不知外面人心险恶也是自然。再说了，你现在能和我二哥一起来，这份心意我就很成情了。哎呀，叶兄，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小妹把那狗官的赌债和抢铺子的血书全收集齐了，关键是我只是个新晋龙生，没有资格直接向县府大堂递折子。这要是去镇衙，肯定被主簿摁死。林姑娘莫忧，若是没有路，我便为姑娘铺出这条路。我叶家几代耕读，虽隐居乡野，但在府城并非毫无声息。现任主审这片司法的推官大人，正是我祖父当年有半师之一的名声。凭这些铁证，再有我父亲联名作保递交此信，我就不信这朗朗乾坤之下扳不倒这害虫。我叶远愿与林姑娘同上大堂。威武！堂下何人？素为何事？李优，一个无尾泥腿子，别想凭几分烂纸就能要本官的命，这里是官家地盘。民女长乐村林优今日有秀才林小山、秀才叶远为引，联名状告本地镇司主簿，一告其滥用私权，强扣山匪罪名，强抢良民铺面；二告其擅改律法，将免徭役林生家属绑上铁链，屈打成招。学生叶远以雁门百年青玉奏桩桩实烧，请青天大老爷为民除害。好啊，你竟把视我朝律法于无物，待人证。大人明鉴，下官罪臣是一时糊涂啊，都是他，是这个叫孙耀祖的童生，是他嫉妒林家，跑到地下赌坊来蛊惑罪臣，是他出主意让罪臣去强征徭役，也是他教唆罪臣去查封临近杂货铺的，他还许诺事成之后分罪臣2成干股。大人，罪臣是被这小人蒙蔽了双眼啊！大人冤枉，学生冤枉啊！学生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怎敢指使朝廷命官？是他自己贪图林家的财产，看学生与林家有过节，便故意拉学生下水。大人，这主簿不仅贪赃枉法，他还收受地下赌坊的贿赂，学生亲眼看到的。你个过河拆桥的小畜生！要不是你拿了那10两碎银子来教训我，我会听你的鬼话。你血口喷人，明明是你逼我要的。放肆！公堂之上，岂容你们这般撒野？来人，将这2人撒开！人证物证俱在，事实确凿，岂容你们狡辩推诿？原镇司主簿贪赃枉法、倒卖官盐、强抢民财，数罪并罚，革去公民顶戴，即刻收押死牢，秋后处斩，没收全部家产，以充国库，赔偿受害百姓。童生孙耀祖身为读书人，不思报效国家，反倒心术不正，蛊惑官员，陷害良民，品行低劣，有辱斯文。即日起，剔夺孙耀祖童生功名，终生不得参加科考，并杖责30，以儆校友。科考，我的功名，我的前途，全毁了，全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孙耀祖，你算计了一辈子，想踩着别人的骨血往上爬，最终却落得个身败名裂、身陷囹圄的下场，这就是你应得的报应。孙家老头老太太，你们家孙耀祖被褫夺了功名，这辈子都不能科考了，还被打了30大掌，现在跟条死狗一样扔在县衙大门外呢。老不死的，你要干什么去？耀祖还在县衙外面躺着，你不管你亲生儿子了？管？拿什么管？他功名废了，是个废人了。主簿倒台，林家那群人肯定要来秋后算账，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老子要回远房亲戚家避难。你这丧尽天良的老父亲，大
临头你就抛下我们娘儿俩，我跟你拼了！爹娘，大喜事！那狗官被判了秋后问斩，家产充公。孙耀祖被褫夺了同生功名，这辈子再也翻不了身了。老天长眼，老天长眼啊！咱们老林家的恶气终于出了。好，好，今天晚上咱们杀鸡宰羊，好好庆祝一番。叶公子，这次多亏了你出面担保，我才能如此顺利地扳倒他们，大恩不言谢。以后只要叶公子用得上我林幽的地方，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林姑娘言重了，能为姑娘排忧解难，是在下心中所愿，何谈赴汤蹈火？好你个叶远，我就说你怎么这么反常，放着好好的书不读，天天往我们家铺子跑，今天还活出叶家的名声，包我小妹。我拿你当过命的好兄弟，你居然对我妹妹有意思，你这分明是心思不纯。二哥，你瞎说什么呢？别唐突了叶公子。林兄此言差矣，在下读书明理，心思纯得很。毕竟从一开始我就没单纯把林姑娘当成兄弟的妹妹。你小子，你连装都不装一下了！